这大雨天的，雷坦竟然带着贝利回到了这个地方，整整6年了。当初离开的时候，谁能想到还有回来的一天？大门推开的那一刻，所有的视线都聚了过来，气氛压抑的让人没法说话。因为坐在最上面的那个人正是伯爵，6年前逃走的家族耻辱，现在竟然还有脸回来。伯爵盯着眼前的儿子，目光最后落在了贝利身上。这来历不明的孩子，难道也想分一杯羹？贝利吓得躲在爸爸身后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雷坦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这就不劳父亲大人费心了。”伯爵看着这副场面，心里只有轻蔑，连头都不敢抬的小丫头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。但他显然低估了雷坦这次回来的决心。这场家产争夺战才刚刚拉开序幕，伯爵连正眼都没瞧他们一下，直接下令把人赶去别管，摆明了是眼不见心不烦。这一路上到处都是指指点点的声音，甚至有人怀疑贝利根本不配流着这个家族的血。看着女儿受委屈的样子，雷坦心里比谁都难受。他停下脚步，轻声安慰着贝利，不停地道歉，怪自己没能保护好他。这就是帝国最显赫的特拉维尔家族，在外人眼里，特拉维尔家族是帝国的金主，可关起门来，这里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窝。为了那个继承人的位子，所有人都在疯狂窝里斗，根本没人顾及什么亲情。贝利抱着布偶沉默地看着这一切，但让他感到害怕的并不是这压抑的气氛，而是从踏进这栋大宅开始，他的脑海里就不断冒出一些奇怪的记忆。那些画面陌生又真实，仿佛在提醒他，接下来的命运已经注定。这些涌现的记忆简直是个噩梦。在贝利的记忆里，父亲雷坦竟然已经不在了，而且死因极其蹊跷。所有人都说他是死于战场，可贝利根本不信，那样一个强大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死在那种小规模冲突里？他在雨里跪了整整10天，哪怕女仆苦苦哀求，哪怕整个家族都把他当成疯子，他也一定要讨个说法。因为他心里很清楚，父亲根本不是战死的，而是被人有预谋的害死的。最可怕的是，他想起了那个致命的证据，那是凶手和同谋之间往来的秘密信件。在那些破碎的记忆里，长大后的贝利终于找到了证据，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死神已经站到了他的身后。那个男人冷冰冰地说：“乱翻别人的信件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”紧接着，一道冰冷的剑锋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，那种真实到令人绝望的剧痛，竟然跨越了时空，直接传到了现在的贝利身上。这不是幻觉，这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死亡。谁能想到，作为特拉维尔伯爵家最小的孙女，贝利进宅子的第一天，就因为体力不支直接当众晕倒。这下好了，第一印象彻底搞砸了。等他再次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正躺在陌生的床上。这一年他才7岁，看来昨天发生的那些事真的不是在做梦。他的父亲雷坦为了能陪在他身边，甚至放弃了大剑师的至高荣誉，结果导致父女俩在家族里备受冷落。现在他们被赶出了主屋，只能住在这种破旧的别馆里，甚至还给这地方取了个名字，叫什么鹅卵石房。虽然父亲安慰说很快就能搬走，可贝利心里很清楚，按照记忆里的走向，他们这辈子恐怕都得烂在这个破地方。但问题就在这儿，他明明是头一回进这个家，为什么会对未来的事了如指掌？明明从来没来过的地方，脑子里却全是那些莫名其妙的记忆，甚至连自己怎么死的都记得清清楚楚。昨天的那些画面到底是什么？难道他真的能预见未来？这种感觉简直要把他逼疯了。他忍不住对着空气大喊：“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”更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贝利发现不仅是这里的墙纸和家具，甚至连还没打过交道的女仆都和他脑子里的记忆一模一样。这种未卜先知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陷入了混乱。明明是第一次见，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就在他趴在窗台发呆时，雷坦突然推门进来，语气里满是担心：“贝利，你在干什么？快下来！”贝利被吓了一跳，看到眼前的父亲，他什么也顾不上了，直接光着脚扑进了他的怀里。不管那些记忆是真是假，至少这一刻父亲是真的还在他身边。看着眼前温柔的父亲，贝利多希望脑子里那些记忆通通都只是幻觉，因为在那个可怕的未来里，父亲会在他16岁那年战死沙场，而他自己也会在24岁调查真相时丢掉性命。这种沉重的打击让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住？他烦躁地抓着头发大喊：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”雷坦看着反常的女儿，还以为她是受了那些亲戚的委屈，他轻轻揉着她的脑袋，安慰道：“贝利，是不是昨晚他们让你难受了？”雷坦耐心地解释说：“是因为爷爷亲自召见了他，那些亲戚才把他们父女俩当成了争夺家产的死对头。”他叮嘱贝利，那些人全都是见风使舵的小人，以后能躲多远就躲多远，听明白了吗？贝利乖巧地点了点头，可脑子里却突然响起一个阴森的声音：“贝利，你不该偷看别人的信。”这一刻，那些零碎的记忆终于串联了起来。父亲说的没错，那些亲戚确实不是什么好人。更可怕的是，贝利清楚地记得，那个最后害死父亲的真凶就藏在这些所谓的亲戚中间。这些记忆虽然荒唐，但万一父亲的死是真的呢？贝利突然意识到，如果这些记忆在这个时候出现，是为了让他救父亲的命呢？既然这样，小心一点总归没错。他必须先确认这些记忆到底能不能信。贝利深吸一口气，换上一副天真烂漫的笑脸，大声喊住了雷坦：“爸爸，你想跟我玩个游戏吗？”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要把父亲从死神手里抢回来。雷坦有些疑惑，什么游戏能让他这么兴奋？贝利兴致冲冲地说：“我们要玩侦探游戏，规则很简单。雷坦负责把大家叫来问话，而他就躲在暗处偷听。等掌握了所有人的底细，他再华丽登场，把这些信息当众背出来。表面上是为了交朋友，
实际上他是要验证脑子里的记忆到底是不是真的。面对这种离谱的要求，雷坦本想直接拒绝，可谁能顶得住贝利的撒娇攻势？他又是谈梦想，又是装柔弱，甚至还演起了头晕的戏码。这一套连招下来，雷坦彻底没辙了，只能乖乖配合他的演出。他以为这只是陪小孩胡闹，却不知道贝利已经布好了局。这所谓的侦探游戏，其实是他救命的第一步。贝利现在目标很明确，他要利用脑子里那些记忆碎片，精准定位时间线，找出救回父亲的关键线索。而另一边，雷坦也已经开始了行动。他端坐在桌前，主动召见了家里的首席管家赛弗。赛弗显然没料到会被突然传唤，整个人都愣了一下。赛弗站在雷坦面前，心里已经开始打鼓。他担心自己奉命行事的事是不是已经被看穿了。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，赫凡特冷冷地交给他一个任务，去盯着雷坦，还有那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儿。在赫凡特眼里，这绝不是什么亲情回归，继承人的选拔只剩不到3年，父亲这时候找回那个私生子，这背后的动机让他不得不防。赫凡特这人疑心极重，他决定亲自查清这背后的猫腻。在赛弗的记忆里，雷坦跟这个家族根本就不搭调。特拉维尔家可是靠矿产和贸易发迹的，家里的孩子从小就要是生意经。可雷坦呢，干啥不行，手里的生意赔得底掉，他在继承人的名单里永远是垫底的那一个。可就是这么个废柴，现在却让所有人坐立难安。虽然雷坦做生意一塌糊涂，但他却拥有一项惊人的天赋，那就是剑术。他在剑道上的成长速度快到让所有人感到恐怖，甚至一举拿下了大宗师的头衔，那是连传说中的圣剑都会主动认他为主的至高境界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就在6年前，他竟然把圣剑还给了神殿，只留下了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：雷坦当年放弃圣剑，竟然是为了回家带孩子。在赛弗看来，雷坦现在就是个名声扫地的废柴，根本威胁不到赫凡特的地位。雷坦突然把赛弗叫到跟前，开始慢条斯理地查起了户口。他不仅记得赛弗的岁数，连他家里有个儿子都清清楚楚。这种突如其来的关心，听得人脊背发凉。赛弗还没琢磨明白，这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查他户口，心里正七上八下的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瞄到办公桌后面，竟然躲着一个粉色的小脑袋。雷坦语气平淡的开了口，说要给他介绍个新朋友，让他打个招呼。这位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竟然就是雷坦口中的首席调查员贝利。赛弗还没从可爱暴击中缓过来，贝利就开启了审讯模式，张口就问他是不是43岁。赛弗当场愣住，这孩子怎么连这种隐私都知道？难道真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？雷坦在旁边一脸严肃的帮腔说，贝利调查员无所不知，还小声叮嘱赛弗赶紧配合演戏。这下赛弗是彻底没招了，只能硬着头皮陪这位小祖宗玩起了侦探游戏。赛弗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觉得贝利肯定是偷听了刚才的谈话，现在正搁这儿装神弄鬼呢。不过作为一名专业管家，陪大小姐演戏那是基本功，他立马开启了戏精模式，故意挖个坑让贝利跳。谁知道贝利不仅接住了戏，还精准爆出了他的家庭情况和职位。赛弗一脸崇拜的捧哏，心里却在感叹着孩子真能演。可赛弗却得意的哼了一声，这种忽悠人的小把戏，他以前在特拉维尔家早就练得炉火纯青了。贝利接下来的话直接揭了赛弗的老底，他说管家最近背着人买了一大笔快要倒闭公司的股票。赛弗这下彻底破防了，这种私密的投资计划连家里人都不知道，这小姑娘是怎么精准踩点的？雷坦也察觉到气氛不对，赶紧找个借口把管家打发走。等房门一关，屋里就剩下他们2个人了。贝利深吸一口气，真正的调查结果现在才要正式揭晓。原来贝利并不是在调查，他脑子里装的竟然是未来的记忆。按照原本的走向，现任管家很快就会因为买错股票倾家荡产，最后重病离职。而那个接替他位置的雅各布才是真正的噩梦，他会勾结那些心怀鬼胎的亲戚，把父亲的生活变成人间地狱。这个首席管家的权力大得惊人，全家人的吃穿用度都由他说了算，甚至就在现在，他已经开始根据继承顺序偷偷克扣别管的物资了。贝利心里很清楚，一旦让雅各布当上总管家，他和父亲的日子就彻底没法过了。别管的物资会严重缩水，每天只能靠清汤寡水和剩菜残羹度日。雅各布这种连饭钱都要斤斤计较的人渣，绝对不能让他上位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保住现任管家赛弗的位置，只有这样才能挡住那些想折磨父亲的小人。就在贝利想得入神时，雷坦突然开口叫了他一声。看着这个一脸严肃的小调查员，雷坦似乎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想亲口问贝利一个问题。雷坦这一开口，直接让贝利露馅了。他一针见血地指出，刚才关于股票的那些情报根本不在他给出的调查资料里。贝利这吓慌了神，只能硬着头皮狡辩，说自己是偶然听别人提起的，只是想在爸爸面前表现得像个厉害的调查员。可雷坦哪有那么好糊弄，他太了解这个家了，根本没人会跟一个小孩子聊这种深度话题。看着雷坦那充满怀疑的眼神，贝利心里暗叫不好，这下是真的玩脱了。以雷坦的性格，他绝对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。贝利直接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，说马歇尔奶奶早就预言过，英克萨的股票马上就要崩盘了，谁碰谁倒霉。雷坦显然有点怀疑，这老太太真说过这种话。贝利表面上稳如泰山，心里却在疯狂给奶奶道歉。没办法，只能先借您的名号当个挡箭牌了。毕竟这位马歇尔奶奶不仅是父亲当年的救命恩人，还照顾过体弱多病的贝利。只要搬出这位大靠山，父亲绝对没法反驳。这下局面总算被拿捏住了。
贝利这一通胡编乱造，总算让雷坦不再追问。两人还拉钩定下了一个秘密约定，雷坦叮嘱他一定要藏好自己的本事，在别人面前尽量装傻，反正很快就会带他离开这里。贝利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，可谁能想到这个所谓的约定竟然成了他最后的回忆。原本计划好的离开根本就没有发生，等待他们的是死在这座宅邸里的结局。当时雷坦突然改了口，说他们可能走不掉了。雷坦紧紧抱着贝利，声音压得很低。他说，在这个为了争权夺利，甚至不惜自相残杀的地方，他只想保护好他，所以他要求贝利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。雷坦似乎希望他能一直装成个普通孩子，把那些过人的本事彻底藏起来。贝利看着父亲温柔的眼神，心里却很清楚，如果真的按他说的去装傻，那前世的噩梦只会再次上演。虽然这是父亲的嘱托，但为了不让悲剧重演，他只能在心里默默道歉。对不起，这个承诺我没法遵守，这一次换我来守护你。如果管家因为股票的事被扫地出门，新换来的人只会更难对付。不过贝利发现眼下就有一个翻盘的机会，5年一度的别馆竞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在特拉维尔家族，从来不看谁年纪大，只看谁的本事硬。这可不是什么排排坐分果果的游戏，而是决定继承顺位的生死战。赢的人拿钻石，输的人只能领块破石头。在这个家里，别馆就是权力的绝对象征，只有拿到它，贝利才能真正站稳脚跟。这一场硬仗，他已经避无可避了。贝利发现了一个关键漏洞，只要能成为家族的第一继承人，就能拿到免除兵役的免死金牌。前世的雷坦就是太佛系了，为了躲避内斗，故意选了垫底，结果被送上战场丢了命。这一次贝利绝不允许悲剧重演，他已经想好了，要利用脑子里的超前记忆，亲手把父亲推上继承人的宝座。只要雷坦成了第一顺位，谁也别想让他去送死。不过距离那场关键的竞赛满打满算还有8年时间，贝利打算先蛰伏3年，悄悄积蓄自己的力量。只是家里那个老狐狸爷爷可没那么容易被糊弄过去，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得走得小心翼翼了。贝利心里已经有了全盘计划，他盯上的那个潜力股现在应该就在骑士团里特训，那可是未来能左右家族命运的大人物。正当他拖着下巴琢磨着该怎么跟人家套近乎时，女仆雪莉突然推门进来，问他到底想跟谁交朋友。贝利吓了一跳，赶紧打个哈哈糊弄过去，毕竟这个秘密计划现在还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看着窗外的远方，贝利眼神变得坚定起来，只要能搞定这个未来的最强盟友，他的复仇之路就算成功了一大半。王储西昂、菲尔、伊格塞洛纳，谁能想到如今高高在上的皇太子西昂竟然有一段这么凄惨的过去。他其实是皇帝微服私访时跟男爵女儿留下的私生子，8岁那年母亲去世，他成了没人要的孤儿。虽然男爵夫妇心肠好，收留了他，但家里实在太穷，最后只能把他送走，去特拉维尔家族当个见习骑士。可在那群自命不凡的骑士眼里，西昂不过是个来历不明的野种。他在那里受尽了冷落，每天都在坐冷板凳。这种寄人篱下的日子让他从小就看透了人情冷暖，也让他变得比谁都冷静。在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，只有贝利的父亲雷坦对他是一视同仁的，甚至还亲手教他剑术，成了西昂生命里唯一的亮光。可好景不长，叔叔约瑟尔早就看他不顺眼了，觉得一个外人凭什么受优待，找了个借口直接把西昂从骑士团扫地出门。谁能想到，等西昂皇太子的身份一公开，这群人的嘴脸变得比翻书还快，一个个厚着脸皮凑上去，想方设法的巴结他。西昂早就看透了这群人的本性，他拒绝了所有的讨好，跟这个家族彻底断了往来。直到后来，他唯一一次重新踏入这里，那是为了参加雷坦的葬礼，为了送别那个在他最落魄时唯一给过他尊严的人。贝利主动找上西昂，提起了那段被尘封的往事。当年西昂被叔叔赶走的时候，他还没意识到这背后竟然藏着这么大的阴谋。他有些后悔，如果当时能早点和西昂联手，或许就能发现父亲参加的那场战争根本就不是意外。西昂沉默了片刻，他一直记着雷坦大人的恩情，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，是雷坦给了他唯一的温暖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西昂当场给出了承诺，他会动用所有的权力，把当年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这不仅仅是为了还人情，更是为了让那些躲在暗处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贝利低声向西昂致谢。既然西昂也怀疑父亲的死因，那他就是最好的大靠山，只要能借到皇太子的手，就能提前调查那场战争的真相。这可是翻盘的唯一机会，他必须赶在叔叔动手之前彻底搞定这位皇太子，把西昂变成自己最牢固的盟友。就在这时，雷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，催促年幼的他赶紧去睡觉。看着父亲温柔的样子，贝利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。皇太子殿下，你就等着瞧吧。深夜里，雷坦就这样静守在床边，看着贝利安稳的睡着。可随从的出现还是打破了这份平和。他低声提醒雷坦，伯爵大人已经在等着了。雷坦下意识示意对方噤声，生怕吵醒了熟睡的女儿。他最后看了一眼贝利，虽然心里有1万个不放心，但面对伯爵的传唤，他根本没有拒绝的余地。雷坦刚进屋，伯爵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，说他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，竟然为了养个没用的小鬼，连大团长的位置都不要了。伯爵气不打一处来，质问他这笔账到底是怎么算的。雷坦却一脸淡定的反击，说自己过得挺滋润，反倒是伯爵看起来老了不少。这句话直接戳到了伯爵的肺管子，他指着雷坦的鼻子骂没教养，甚至还搬出雷坦死去的母亲，说他要是活着，肯定会为了有这样的儿子而哭泣。雷坦听完冷笑一声，眼神里
全是寒意。他反问道：“那他流的泪，会有当年被您冷落时流的多吗？”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，毫不留情地刺向伯爵的软肋。这一句话直接把伯爵堵得哑口无言。站在一旁的随从看在眼里，心里暗暗感叹，这位曾经的浪子，这次是真的带刺回来了。如果在战场上，雷坦被称为血腥浪子或死神之类的绰号。此外，凭借他卓越的剑术和被圣剑选中的身份，雷坦是天上骑士之中存在的存在。放着好好的天才见识不当，非要跑回来当个女儿奴，简直是把家族的脸都丢尽了。坚硬的不行，伯爵直接甩出了一封信，语气也变得严肃起来。他说圣地那边已经乱套了，因为那把曾经属于雷坦的圣剑竟然拒绝了所有继承人，现在谁也拔不出来。6年过去了，这个男人真是一点没变，只要没钱赚，他连手指头都懒得动一下。雷坦早就看透了，在这个所谓的父亲眼里，亲生儿子也不过是衡量利益的筹码而已。当年的争吵还历历在目，雷坦苦苦哀求换来的却是父亲的怒吼。没钱赚的视频，什么要浪费时间？在那个人看来，没价值的孩子就是废物，只要不能带来利润，随时都可以像垃圾一样被彻底踢开。为了所谓的家族繁荣，这个男人可以踩着亲人的血一步步往上爬。雷坦看着眼前的父亲，只觉得恶心。6年不见，他还是那副贪婪的嘴脸。雷坦冷笑着说：“别绕弯子了，你就是想让我去求大祭司，给你的傀儡撑场面吧？”伯爵不但没觉得羞愧，反而一脸得意，甚至嘲笑雷坦不懂做生意。雷坦死死盯着他，语气冰冷到了极点：“这是最后一次帮你办事，等这11了，我会带着贝利彻底离开。你要是敢再来找麻烦，我就让整个家族陪葬。”雷坦正打算离开，身后的伯爵却突然开口，提到了那个他最想保护的人。伯爵阴阳怪气地问：“你那个孩子身体还好吧？”这一句话让雷坦瞬间停下了脚步，他猛地回头质问对方到底想干什么。伯爵却一脸轻松，说自己只是随口关心一下，问问那孩子是不是经常生病。那个女孩长了一双和你死去的母亲一模一样的眼睛。时间回到几周前，那时候贝利就已经病倒了。雷坦整天守在床边，寸步不敢离。马歇尔医生叹了口气说：“这孩子懂事的让人心疼，明明疼得要命，却一声都不吭。他烧到了40度，换做别的孩子早就哭闹不止了，可他为了不让爸爸担心，一直在硬扛。”雷坦急得不行，追问医生贝利到底得了什么病。这高烧已经反复腹舌疼1个月了，他觉得这绝对不是体质弱的问题，肯定还有别的原因，可连医生都束手无策。这种查不出病因的怪病才是最让人绝望的。马歇尔一边摆弄着药罐，一边无奈地摇头，这病来得太奇怪了，一点征兆都没有，查不出病因也找不到源头，他当了这么多年药剂师，还是头一回碰见。马歇尔停下手里的活，看着雷坦，压低声音问了一句：“你说会不会是你留在神殿的那把剑给孩子下了什么诅咒？那把圣剑如果一直找不到主人，积压的力量确实可能会出问题。”他把药喂给虚弱的贝利，转头对雷坦说：“如果不找个理由怪罪那把剑，你这个当爹的恐怕要自责死乐。”雷坦看着病床上的女儿，眼神里全是坚定，只要能救贝利，他什么都能忍。但现在的局面已经不容许他只考虑治病了。马歇尔指了指外面的悬赏令，伯爵为了把他抓回去，开出的赏金简直高得离谱，现在全世界都在盯着他。马歇尔的话说得很重，只要那笔悬赏还在，你就要一直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。更糟糕的是，贝利也会因为是你的女儿，跟着你一起受罪。马歇尔劝他，如果真的为了孩子好，就该想办法结束这种流浪生活了。雷坦坐在床边，看着昏睡中的贝利，轻声叫着他的名字。他摸了摸女儿的额头，眼神里全是温柔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爸爸一定会保护好你。阳光刚照进屋子，贝利就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。他懊恼的不行，光顾着想怎么找机会去见皇太子，结果自己竟然睡得这么死。他下意识的大喊爸爸，可一抬头，整个人都看傻了。屋里的雷坦已经完全变了个样，在女仆的服侍下换上了那身华丽的贵族礼服，整个人透着一股让人不敢靠近的威严。雷坦一边整理袖口，一边丢下一句话，他说赖床的日子到今天就结束了，想快点长大就要早起乖乖吃早餐。看着爸爸穿得这么正式，贝利赶紧跑过去问他要干嘛。雷坦蹲下身子解释说，他只是去附近的村子办点事，晚饭前肯定能赶回来。他还特意叮嘱了一句，女仆雪莉也要去主宅跑腿，问贝利一个人在家行不行。贝利拍着胸脯保证自己绝对会超级乖。雷坦听完可欣慰了，觉得女儿真是长大了。可他哪知道贝利心里早就乐开了花，他突然记起来了，上辈子这个时候爸爸其实是去见大祭司了，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他得赶紧溜进骑士训练场。皇太子西昂现在肯定在那，是时候直接找上门去跟他谈谈合作的事了。贝利拉着爸爸的衣角，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抱怨说爸爸和雪莉姐姐都走了，留他一个人在家多没意思。他一边假装找人陪玩，一边瞄向了旁边的女仆安妮。其实贝利心里比谁都清楚，这个安妮是玛丽安姑姑专门派来的卧底。这几天安妮肯定急疯了，因为她在这儿潜伏了半天，连一点有用的情报都没捞着，正愁没法回去交差呢。贝利故意大喊着扑过去，求安妮陪他一起玩。安妮笑得那叫一个灿烂，觉得这可是个套话的好机会。可他哪能想到，贝利早就捏住了他的把柄。这个看起来天真无邪的小姑娘，心里已经打好了算盘，不出1个月，她就要让这个卧底彻底倒戈，变成自己最忠心的手下。训练场上杀声震天，骑士们正顶着大太阳拼命操练。副团长雷克斯站在高处，嗓门大的能把房顶掀了。谁要是敢在这时候开
开小差，绝对会被他拎出来加练到脱水。贝利躲在暗处偷偷观察，心里盘算的挺美，这里可是伯爵领地最要命的地方，想找靠谱的盟友来这儿准没错。雷克斯还在那儿慷慨激昂的训话，让大家记住肩膀上的荣耀。士兵们被吼得一愣一愣的，一个个站得笔直，生怕被这位活阎王盯上。可就在这严肃的不行的气氛里，画风突然变得有点诡异。一个粉色的小团子正顺着墙根儿一蹦一跳的路过，正在训练的少年彻底无语了。他本来也想集中精神，可眼神根本控制不住，一直往那个粉色团子上飘。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怎么还在那儿蹦个没完？他在那儿鬼鬼祟祟的探头探脑，小脑袋瓜一会儿冒出来一下，一会儿又缩回去，像个停不下来的小弹簧。突然，贝利像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目标，猛地一下蹦了出来，兴奋的大喊一声：“啊！我看到了！”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，贝利正缠着安妮飞要去西门看什么兔子。安妮急得不行，这地方离家已经够远了，要是再往前走，雷坦大人肯定要担心了。原来所谓的看兔子，全都是他编出来的借口。他真正的目标其实是西门旁边的训练场。为了能顺利溜进训练场，贝利现在满脑子都在想，到底怎么才能甩掉安妮。眼看安妮今天守得这么死，硬闯肯定是不行了。他干脆心一横，使出了最拿手的杀手锏。贝利装出一副乖巧的样子说：“既然不能去看兔子，那咱们玩捉迷藏总行了吧？”他眨巴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满脸期待地仰起头。这一通撒娇攻势下来，安妮显然已经快招架不住了。安妮最后还是心软了，答应陪他玩捉迷藏，但前提是绝对不能乱跑。贝利一听这话，立马顺杆爬，直接让安妮先闭上眼当鬼。趁着安妮数数的功夫，他早就一溜烟跑没影了。画面转到现在，贝利已经成功溜到了训练场，可他趴在墙头看了半天，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人的身影。找了半天，贝利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西昂。看他这会儿正一个人练剑，他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，打算趁现在没人，偷偷溜过去跟他交个朋友。可还没等他迈开腿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，警告他不该乱闯这种地方。贝利整个人都僵住了，明明自己已经藏得很隐蔽了，结果还是被雷克斯抓了个正着。被雷克斯这么拎在手里，贝利急得拼命挣扎，心里全是完蛋了。要是现在就被送回去，那接近西昂的计划可就彻底泡汤了。还没等他想出逃跑的办法，雷克斯突然对着守卫们一顿暴吼，责备他们居然被个小孩分散了注意力。这一嗓子震得贝利耳朵生疼，守卫们更是吓得赶紧低头训练，谁也不敢再多看一眼。最后雷克斯低下头，一脸严肃地盯着贝利说：“这地方可不是让你随便乱跑的。”就在雷克斯准备赶人的时候，旁边有个士兵突然叫出了声：“副团长，这孩子不是雷坦大人的女儿吗？”这话一出，雷克斯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低头看着手里的小不点，半天没反应过来。贝利倒是一点也不认生，挺起小胸脯大方承认：“没错，雷坦就是我爸爸。”这下操练场彻底炸锅了，士兵们全围了上来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虽然长得跟雷坦大人一点不像，但这孩子实在太可爱了吧。看着周围这帮人的反应，贝利心里总算踏实了。看来长得可爱确实有好处，短时间内他们应该不会强行把他送回家。终于在人群的缝隙中，贝利一眼就锁定了那个西昂，找到了，这就是他要找的那颗钻石。可还没等他凑过去，雷克斯又凑了过来，一脸讨好的说：“贝利小姐，小少爷今天没往这边走。”贝利心里一阵无语，这帮人显然是误会了，谁说他是来找哥哥的？雷克斯看着小祖宗不肯走，只能好声好气的商量：“既然训练还没结束，要不您先去团长办公室坐会儿，顺便还得找个人送您回府。”这话一出，贝利眼睛都亮了，只要能留下来，就有机会跟西昂单独相处了。他立刻换上一副乖巧的模样，大声答应了下来：“好呀，没问题。”紧接着，他生怕雷克斯反悔，赶紧伸出小手往远处一指：“那我就选他了，我要让他陪我去。”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西昂正一个人呆在角落里。雷克斯顺着指头看过去，还没反应过来：“你说的是那个男孩？”贝利赶紧在旁边帮腔，说：“这孩子跟他差不多大，而且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加练，看着就挺刻苦。”雷克斯盯着西昂看了半天，总觉得这孩子专注的有点过头，但他一时间还真没想起这号人是谁。旁边的士兵赶紧凑过来科普，说这孩子才刚来5天，名义上是某个男爵的孙子，靠着推荐信才进来的学徒。听着这帮人议论纷纷，贝利在心里得意的哼了一声：“你们这群凡夫俗子懂什么？”他现在的身份确实不起眼，但以后可是要当皇太子的。雷克斯听完若有所思的应了一声，可那语气听着总让人觉得话里有话。贝利敏锐的察觉到周围的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微妙，难道雷克斯已经看出了什么破绽？雷克斯突然爆发，对着那群偷懒的士兵就是一顿咆哮，说他们连个10岁小孩都不如，赶紧滚回去训练。这一嗓子把旁边的贝利吓得够呛，心想这大叔发起火来简直像头野兽。不过骂归骂，雷克斯看着远处的西昂，心里其实挺佩服，一个寄人篱下的孩子竟然能刻苦到这种程度。他转头看向贝利，语气瞬间变得温和：“既然您想见他，那我现在就把他叫过来。”随着雷克斯一声令下，西昂停下动作，有些疑惑地走了过来。雷克斯指着贝利介绍说：“来认识一下，这位是贝利小姐。”贝利大大方方地挥手打招呼。西昂显然没见过这种阵仗，整个人愣在原地，半天才憋出一句“你好”。看着眼前这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西昂心里直犯嘀咕：这女孩怎么像个小鸡仔或者小狗一样，看着怪可爱的，
雷克斯可没心思让他们叙旧，直接切入正题，问西昂知不知道前2天回来的雷坦大人，也就是那位传说中的团长。西昂赶紧点头。雷克斯接着抛出一个重磅消息，说那位大人虽然现在正休假带娃，甚至连圣剑都放下了，但圣剑却一直没有选出新的主人。这话里的暗示再明显不过了。西昂一下子反应过来，难道说那位大人要重回战场了？雷克斯虽然还没得到准话，但他心里确信雷坦大人的回归只是时间问题。看到西昂听到消息后那副认真的样子，贝利心里暗笑，看来这小子对爸爸的事不是一般的在意，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雷克斯低头看了看旁边的贝利，这是那个雷坦大人的女儿。雷克斯故意板起脸，吩咐西昂停下手中的练习，让他负责护送贝利小姐去总司令的办公室。他说这活儿交给你最放心。西昂看着眼前这个蹦蹦跳跳的小姑娘，心里却怎么也对不上号。这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女孩，真的是那位传说中团长的女儿吗？贝利大大方方地亮出身份，说自己就是雷坦大人的女儿。西昂虽然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礼貌地回应了他，毕竟跟同龄人待在一起，他整个人明显放松了不少。贝利可没打算只打个招呼，他直接拉起西昂的手，兴冲冲的就要带他出发，觉得这样两人很快就能混熟。镜头一转，神殿那边似乎出大事了，神殿的祭司们这回是真急了，一路小跑追在雷坦身后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雷坦大人，您快回去看看吧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剩最后10天，要是再没人去安抚，那把圣剑就要彻底暴走，到时候谁也受不了场。”可雷坦连头都没回，只是冷冰冰地丢下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就在祭司还想再劝几句时，雷坦突然停下脚步，沉沉地叹了一口气。这一停下的身后的祭司差点撞上去，空气瞬间凝固了，谁也不敢再多说一个字。雷坦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，他冷冷地回过头，反问祭司是不是没听懂他的话，吓得对方赶紧改口，只能唯唯诺诺地祝他一路平安。直到坐进马车耳边，才总算清静了下来。雷坦揉了揉眉心，吩咐车夫赶紧出发，毕竟贝利还在家里等着他。可一想到贝利，雷坦的神色又凝重了几分。他担心的不只是圣剑，还有贝利身边那个叫安妮的女仆。那个女人是玛丽安安插进来的眼线，听说那个女仆安妮是为了挣钱养活年幼的弟弟，才不得不投靠了玛丽安。这种有软肋的人最容易变成别人手里的刀。虽然贝利现在还被蒙在鼓里，但以他的聪明劲，真相迟早有大白的一天。毕竟这孩子刚学会识字，就能在1年内读完整个图书馆。现在的贝利还像个跟屁虫一样黏着安妮，把对方当成最值得信赖的人。如果哪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全心全意依赖的人，竟然从头到尾都在背叛他，那该有多绝望！而且更糟糕的还在后面。伯爵的话简直像毒蛇一样，他当面诅咒雷坦的女儿活不长，甚至还拿雷坦死去的母亲开涮，说那种短命的基因迟早也会在那个孩子身上发作。他一脸阴险地挑衅着，问雷坦觉得女儿还能活几年。坐在马车里的雷坦眼神冰冷，他低声自言自语了一句，看来要清理的垃圾还真是不少。而此时在伯爵府里，安妮正急得团团转。原本他正陪着贝利小姐玩捉迷藏，可一转头的功夫，原本该藏在附近的人竟然凭空消失了。本以为这下能顺利拉近关系，可结果却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一路上两人谁都没说话，气氛尴尬到了极点。贝利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，必须得想办法破冰。他主动伸手戳了戳西昂，提议大家年纪差不多，没必要一直用敬语说话，毕竟小孩子之间只有说话随便一点，关系才能进展得更快。可西昂却像个木头一样，开口闭口还是叫她小姐，这让贝利彻底没招了。西昂表现得非常拘谨，在他眼里等级制度森严，自己只是个见习生，根本没资格跟大小姐平起平坐。贝利听完直接愣住了，他从小在乡下长大，根本没听过这些规矩，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普通女孩。可这话落在西昂耳朵里，简直像个重磅炸弹。那位传说中的大宗师竟然就这么隐居在乡下。更让他想不通的是，既然是那位的女儿，为什么家里只有他们2个人，其他的家人都去哪了？提到家人，贝利的语气变得很平静。他说自己从出生起就没有母亲，是爸爸从外面把他抱回来的。这个回答让西昂猝不及防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看起来无忧无虑的大小姐，竟然有着这样特殊的身世。在整个领地里，没人知道她的生母是谁，甚至连他自己也一无所知。西昂一时间沉默了，他觉得自己戳中了对方的痛处，心里满是愧疚。看着眼前这个爱笑的女孩，他实在无法想象，在那份开朗的背后，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孤独。西昂看着眼前的女孩，心里翻起了惊涛骇浪。他本以为贝利是温室里的花朵，没想到两人的身世竟然如此相似，这种同病相怜的感觉让他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贝利看着西昂阴沉的脸，心里开始犯嘀咕，难道是刚才的话说重了？怎么感觉他比刚才还不开心？为了缓解尴尬，他特意拉着西昂换了个地方坐，结果两人并排坐在楼梯上，气氛反而彻底冷场了。贝利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本来想套近乎，这下可好，关系没拉近，反而快要把天聊死了。贝利正发愁怎么打破僵局，西昂终于开口了，他低着头，语气里全是愧疚。他为自己刚才的鲁莽道歉，说自己不该随便打听别人的隐私，更没想到贝利的处境竟然和普通的贵族小姐完全不同。贝利听完，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。原来这半天他没说话，是在担心会伤到自己的自尊心。他赶紧大声回应，表示自己真的完全不在意。贝利装作没心没肺的样子，说自己早就记不清母亲了，只要能和爸爸在一起，他一点都不觉得难过。可西昂还是那副担心的样子，
这让贝利突然意识到，原来这个小男孩是在害怕那些关于父母的话题会刺痛他的心。但讽刺的是，此时的西昂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身世其实更凄惨。他不知道生父是谁，更早早失去了母亲。或许正因为自己满身伤痕，他才会对同样处境的人表现出那种超乎年龄的体贴。看着这个过分早熟的少年，贝利心里一阵发酸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经历，让他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心疼别人？贝利心里很清楚，西昂在那个家里过得有多难。那些人一边嫌弃他血统不明，一边又摆出一副施舍者的嘴脸，逼着他没日没夜的干活报恩。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，没人比贝利更懂了。看着眼前这个沉默的少年，他决定主动拉他一把。他笑嘻嘻的凑过去提议，既然大家都交换了秘密，那干脆就直接做朋友吧。既然是朋友，就没必要再用那些身份的敬语了，有什么心事以后都可以直接跟他说。贝利这招套近乎简直绝了，不仅给了西昂台阶下，还顺理成章的让他改了口。贝利满脸期待的看着西昂，等着他的回答。西昂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轻轻点了点头。这下贝利可乐坏了，不仅成功和皇太子共享了秘密，还顺带交到了一个新朋友。他兴奋的直接在台阶上欢呼起来。眼看气氛这么好，贝利决定乘胜追击。他凑到西昂耳边神秘的提议，既然都是朋友了，要不要再听一个秘密？西昂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显然没跟上贝利的节奏，怎么这秘密还没完没了了？贝利神秘秘的凑到西昂耳边说，指挥官办公室里藏着宝贝，那是一罐全世界最好吃的糖果，就在书架最上面的格子里。为了给这段新友谊壮胆，贝利提议现在就去偷吃一颗。西昂听得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可是去指挥官的地盘偷东西，真的不会出事吗？贝利拍着胸脯让他放100个心，说这是包在他身上，反正他记得很清楚，爸爸平时自己也会偷偷拿出来吃。眼看就要到地方了，西昂却突然打起了退堂鼓，他一把拉住贝利，担心乱碰东西会惹出大麻烦。贝利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笑嘻嘻地问他是不是怕被骂。还没等西昂反驳，他又补了一刀，说那糖果要是错过了，绝对后悔。这下西昂彻底动摇了，听贝利描述的那么诱人，他心里也开始直打鼓，好奇那糖果到底是什么滋味。贝利看他这副纠结的样子，忍不住调侃他明明很期待，却还要装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简直太可爱了。两人鬼鬼祟祟地摸到门口，贝利示意西昂小声点，因为那罐传说中的糖果就在这扇门后面。贝利让西昂在门口把风，自己则悄悄溜进屋里。西昂心里还在不停纠结，这样偷吃真的没问题吗？可一想到贝利说的美味，他又有点动摇了。就在这时，贝利两眼放光的锁定了目标，那个华丽的罐子果然就藏在书架的高处。他兴奋地招呼西昂，说自己马上就能把糖果拿下来。可现实却泼了一盆冷水，这架子对他来说实在太高了。贝利使出吃奶的劲儿往上够，可只见离罐子始终差那么一点。就在他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门口把风的西昂突然变了脸色，走廊里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，有人正往这边走。西昂急得大喊让他快跑。贝利本以为是女仆安妮来抓人了，还想着待会儿撒个娇就能混过去。可当大门被缓缓推开，出现在门口的那双皮鞋显然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仆。贝利还以为是安妮姐姐来了，兴冲冲地跑过去打招呼，结果一个没留神，直接撞在了一个硬邦邦的大腿上。他揉着脑袋，刚想抱怨，一抬头却彻底傻了眼，眼前这双考究的男人皮鞋根本不是女仆会穿的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头顶就传来一声威严的质问，这熟悉的声音让贝利心凉了半截。他僵硬地站在原地，谁能想到在指挥官办公室里竟然直接撞见了正主。站在贝利面前的竟然是家里最有威严伯爵，他那冰冷的眼神透着一股让人窒息的压迫感。谁允许小孩子进办公室的？贝利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只能小声喊了一句爷爷。可伯爵根本没打算放过他，甚至发现屋里还不止一个人。虽然知道早晚会碰面，但这种最糟糕的开场，贝利是真的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随从在伯爵耳边低声接了底，原来这黑发少年是新来的见习骑士。伯爵的眼神瞬间变得犀利，既然是骑士团的人，不去训练反而在这瞎逛，这规矩怕是要好好立一立了。眼看西昂要被自己连累，贝利急得直接冲到前面，大声嚷嚷着西昂没做错，他说自己是玩捉迷藏迷了路，西昂只是好心帮他带路而已。贝利还在拼命找借口，想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，结果伯爵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冷冷地打断了他。这下完乐，贝利觉得爷爷现在的样子比刚才还要吓人，本想搞好关系，结果现在彻底把人得罪了。可谁知道伯爵话锋一转，突然开始查起了户口，问他是不是叫贝利，今年是不是7岁了。还没等贝利反应过来，伯爵又补了一记扎心的，说他这身高看着也就只有5岁左右。这话直接戳中了贝利的痛处，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他说的一点都没错。贝利现在后悔的想撞墙，觉得自己刚才真是多嘴，居然敢在爷爷面前耍小聪明，这下肯定要被这位战术家惩罚了。他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，可等了半天，预想中的怒火并没有降临，反而感觉到一只大手轻轻落在了他的头顶，动作竟然还带着几分温柔。贝利整个人都懵了，这剧本不对劲啊！说好的严厉爷爷呢？看着伯爵那副平静的样子，他心里直犯嘀咕，这位传说中冷酷的长辈，居然也有这么温柔的一面。就在这时，救兵终于到了，女仆安妮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贝利心里一阵狂喜，觉得自己这回总算能脱离苦海了。他兴奋的大喊大叫，恨不得马上就冲出门去。可还没等他迈开腿，伯爵那阴沉的声音就响了起来：长辈还没把话说完，你就急着想溜走，
伯爵的脸色变得异常可怕。他说不懂礼貌的孩子，必须由他亲自来教规矩。紧接着，他直接下了清场令，除了贝利，所有人立刻滚出房间。这下真是弄巧成拙了。贝利本想悄悄溜走，避避风头，结果反而彻底点燃了伯爵的火药桶，局面变得比刚才还要糟糕。伯爵的声音冷得像冰块，命令他立刻坐回去，说要好好教教他什么叫规矩。贝利吓得大气都不敢喘，只能乖乖听命。西昂低声安慰他，说会再去跟伯爵求情，既然事情是两个人一起做的，那要罚就一起罚。西昂这孩子是真的暖，明明自己都快吓破胆了，还在那儿担心贝利一个人应付不来，非要留下来陪他一起扛。贝利心里一阵感动，觉得这朋友真没白交，但他心里也清楚，要是西昂真的留下来，爷爷的火气只会烧得更旺。为了不连累好朋友，贝利只能强撑着笑脸，硬是把西昂往门外推，一边推还一边安慰他，说自己一个人完全没问题。可当大门彻底关上的那一刻，贝利心里最后一点底气也没了，救兵全走了，现在这屋子里就剩下他和那位恐怖的爷爷了。说实话，即便拥有重生的记忆，贝利对这位爷爷也了解不多。前世的他跟爷爷几乎没见过面，根本猜不透对方在想什么。当他想起过去的自己时，他隐约意识到一件事，即使他重生了，未来仍有部分他不知道。他无法预测一个过去的自己从未经历过的未来，由于选择不同，结果也会改变。唯一的变量是他过去的自己已经经历过，但随着时间从记忆中淡去的事。一个人不可能两次处于完全相同的心态、环境或环境，因此这些变量的影响必然巨大。前世为乐查清楚父亲的死因，贝利曾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没日没夜地翻看那13年的家族记录，可那些都是他没经历过的选择，现在全成了未知数。既然要重头再来，那就要先盘算一下手里还有多少好牌。贝利冷静下来一想，发现局面其实也没那么糟。皇太子的交情和爷爷的关注，现在全成了他的保命符。本来他就打算找机会和爷爷谈谈，现在这种独处的机会简直就是撞了大运。与其在这儿担惊受怕，不如主动出击。就在贝利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伯爵突然开口了，问他是不是打算在那儿站成一尊雕像，还顺便抱怨了一句自己腿疼，这明显是在给贝利找台阶下。贝利也是个机灵鬼，赶紧一溜烟跑了过去。伯爵指了指旁边的沙发，示意他坐下说话。看着爷爷脸上那抹转瞬即逝的笑意，贝利心里总算有了点底，看来这位老爷子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搞。贝利赶紧抓住机会，拿出了最真诚的态度，认错道歉，想给这位老爷子留个好印象。贝利低声说，对不起爷爷，我不该这么任性。结果伯爵眉头一皱，反问他是不是就这点话要说，这语气一下就把贝利整不会了。难道是自己猜错了？老爷子根本不吃这一套。就在贝利急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时，伯爵竟然变戏法似的掏出了一大盒糖果，问他是不是想要这个。看着眼前满满一盒糖果，贝利彻底懵了。伯爵一脸理所当然地问，小孩子不都喜欢这种甜东西吗？说着还主动递了一块给贝利，甚至大方地表示要是喜欢可以多带走一些。贝利嘴上乖巧地道谢，心里却早就翻江倒海了。这还是那个传闻中冷酷无情的爷爷吗？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。看着伯爵那副没什么表情的脸，贝利一时间也拿不准他到底是真心疼爱孙女，还是又在打什么别的主意。不过这倒是让他想起了一件旧事，前世伯爵曾经给西昂留过一封信，里面详细记录了他父亲被谋杀的关键证据。在那样的紧要关头，竟然是这个平时最不对付的爷爷在暗中推波助澜，帮他查清了真相。爷爷在临终前瞒着家里所有人，给皇太子西昂送去了一封秘密信件，甚至有人怀疑他之所以绕这么大一个圈子，是因为他根本不信任家族里的任何一个人。这封信里藏着的是爷爷宁死也不愿公开的秘密，而他特意选定西昂作为收信人，是因为西昂从小就欠了贝利父亲一个天大的人情。这背后的逻辑细思极恐，如果爷爷连家人都要防着，那就说明害死父亲的真凶就在这个家里，而且爷爷很可能早就心知肚明。可既然他什么都知道，为什么当初在面对所有人时，爷爷却要一口咬定父亲的死只是一场意外，而不是蓄意谋杀呢？贝利在心里反复琢磨，难道爷爷当年选择沉默，是为了保全家族的名声，不想让家丑外扬，才陷入两难吗？可他明明知道那封信一旦送出去，真相迟早会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。他真的越来越看不透这个心思深沉的老头子了。不过有一点贝利可以确定，对于父亲的意外离世，爷爷心里的痛苦恐怕一点都不比别人少。就在他想得出神时，伯爵突然冷不丁地冒出一句，说起来你这次竟然没有大哭大闹。还没等贝利反应过来，一只宽大的手掌就这么轻轻地落在了他的头顶。谁能想到这位威严的伯爵大人私下里竟然是个孙女控？伯爵一边摸着贝利的头，一边还在那儿感叹，明明都7岁了，怎么看着还跟个小宝宝一样。贝利被摸得一愣一愣的，难道说他其实是觉得我太可爱了？虽然暂时松了一口气，但事情明显不对劲。这个平时冷冰冰的爷爷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孙辈了？贝利小声试探着问。那个爷爷，伯爵突然开口问，这孩子的课什么时候开始？没想到他连这种小事都记得，看来这贵族家的精英教育，贝利是躲不过去了。不过比起那些枯燥的课本，更让他头疼的是马上就要见面的那对双胞胎。一想到又要被那2个小霸王欺负，贝利还没出门就已经开始觉得心累了。伯爵今天真是赚了心了，不仅没责备贝利，竟然还主动提出要送他礼物，说是为了庆祝他开始上课。
他指着这满屋子的古董宝贝说：“只要是你想要的，随便挑。”这下贝利可坐不住了，刚才还小心翼翼的，现在高兴的差点当场失态。看他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伯爵笑着调侃：“看来光给糖果已经哄不住你了。他这副财大气粗的架势，摆明了是要送个大的，就看贝利能不能接住这份大手笔了。这重发大财的好机会，贝利怎么可能让别人代劳？他赶紧拦住伯爵，非要自己亲自下场寻宝。这屋里随便一件古董拿出去都能换一座庄园。贝利开启了火眼金睛模式，在心里疯狂盘算：2000万的马形摆件不要，5000万的宝石短剑还是差点意思。最后他直接盯上了那个价值1个亿的绝版8音盒。这精准踩点的眼光把伯爵都给看傻了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小孙女不仅不识货，反而还专挑最贵的下手。这下爷爷是真的要肉疼了。贝利这演技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，明明心里算得比谁都精，嘴上却非说自己只是觉得好看。这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本事，把伯爵都给气笑了。伯爵无奈的摇摇头，说他这副不讲理的劲头，简直跟他那个爹一模一样。本以为8音盒已经是天价了，谁知道伯爵反手又掏出一个锦囊，问贝利想不想换这个。这一举动把旁边的卡莱特吓坏了，拼了命地想拦住伯爵。贝利接过来一瞧，里面竟然只是一颗蓝色的小石头。看贝利一脸嫌弃，伯爵这老狐狸开始以退为进，说：“你要是不喜欢这个，我就送个纯金打造的巨型礼物去你家。”这招果然好使。贝利最怕的就是招人耳目，万一被那个严厉的爹发现就惨了。他赶紧改口说自己喜欢的不得了。伯爵最后还不忘放狠话，说这东西要是弄丢了，后果他绝对承担不起。虽然不知道这石头到底什么来头，但看伯爵这副严肃的样子，贝利只能先把他当成命根子护着了。这石头看着确实普通，但能让卡莱特集成那样的东西，绝对是个烫手的山芋。贝利正琢磨着怎么开口要点零花钱，结果伯爵这老头子突然就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他对着贝利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，声音大的连门外的女仆都吓得够呛，最后还重重的摔门而去。这一出戏演得简直天衣无缝。贝利站在屋里半天才反应过来，爷爷这是在故意打掩护呢。他怕别人知道自己送了重礼，干脆装出一副厌恶孙女的样子。看来伯爵这老头子心肠比外表要软得多。一转眼到了晚上，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，可贝利还在回味白天的经历，整个人想得太入神了。雷坦在对面连着叫了好几声，贝利却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现在心里正愁着呢，今天爷爷送礼这事根本没法跟亲爹交代，毕竟在雷坦眼里，伯爵就是个冷血无情的死对头，两人的关系早就降到了冰点。要是现在跑去说爷爷其实很温柔，估计谁都不会相信，更何况贝利还知道一些未来的秘密。关于父亲的死，爷爷似乎还瞒着不少事。这种积怨已久的家庭矛盾，让贝利一个头两个大，到底该从哪儿开始解释才能不引起怀疑呢？贝利现在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，他想破脑袋也编不出一个借口。毕竟在父亲雷坦眼里，伯爵爷爷绝不是那种会无缘无故送礼的人。就在他纠结的快要冒烟的时候，雷坦终于忍不住了，连着叫了好几声他的名字。看着贝利只顾着拨弄盘子里的菜，雷坦眉头都皱起来了，问他是不是在骑士团受了什么委屈。贝利这才猛地回过神来，心里虚的不行，只能硬着头皮打马虎眼，赶紧说自己什么事都没有。刚才在回家路上，贝利正好撞见了亲爹雷坦，两人就这么一路沉默着回了家。幸好这一路上没碰到伯爵爷爷，不然那场面估计得尴尬死。贝利看得出来雷坦心里其实憋起火，但他正努力忍着不冲自己发脾气。看着父亲冷峻的侧脸，贝利忍不住在心里叹气，这父子俩的关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闹僵的？雷坦放下餐具，语气生硬的唠叨了一句：“贝利，要均衡饮食才能长得高。”贝利现在算是看透了，有些真相根本没法说出口。爷爷和爸爸之间的隔阂实在太深，就算他说出爷爷的好，爸爸也只会觉得那是某种阴谋。既然解释不通，贝利决定先把这个秘密烂在肚子里。他看着眼前的饭菜，心里乱糟糟的，真是一口也咽不下去。贝利放下勺子，小声说：“爸爸，我吃饱了，想回房间休息一下。”雷坦看着盘子里剩下的菜，一脸纳闷的问：“怎么才吃这么点就要走？”贝利这下是真的慌了，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喊了一句：“我吃饱了。”就往房间跑，留下雷坦一个人在餐厅凌乱，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半天说不出话。贝利一头扎进被子里，感觉整个人都要虚脱了。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表现太反常，爸爸肯定已经起疑心了，但最让他头疼的还是手里这个沉甸甸的小纸包，这是伯爵爷爷偷偷塞给他的礼物，还叮嘱他一定要随身带着。贝利现在压力山大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瞒着爸爸的秘密已经越来越多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布袋，里面竟然躺着一块发光的蓝色石头。虽然特拉维尔家族就是搞矿业起家的，贝利从小见惯了各种名贵宝石，但这玩意儿他居然完全没见过。爷爷那种身份的人，绝不可能随身带着一块廉价矿石。贝利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难道说爷爷让他自己选东西，其实是在暗中测试他的眼光，看他够不够格当家族的继承人？这块神秘的石头，恐怕就是爷爷给他出的第一道难题。别看这石头长得漂亮，他刚才竟然发出了奇怪的声音。贝利盯着他看的时候，清楚地听到里面传来了咕噜一声。他甚至看到石头中心有一滴水在里面晃动，这完全不符合常理。石头里怎么可能有活水呢？贝利不信邪的拼命摇晃，想看看是不是自己产生了幻觉。结果石头又一点动静都没了。
这一整天发生的怪事太多，贝利感觉自己快要被折磨疯了。他直接瘫在床上，只想让这混乱的一天赶紧过去。就在贝利心烦意乱的时候，房门突然被敲响了。他第一反应就是爸爸来找他算账了，吓得赶紧把爷爷送的礼物塞进枕头底下。贝利还没想好怎么解释，只能硬着头皮去开门，心里已经做好了被臭骂一顿的准备。可谁能想到，门缝里露出的竟然是一头黑发。西昂居然说从今天开始要留在这里工作，这消息也太突然了。还没等贝利反应过来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冰冷的声音：“你们的招呼打完了吗？”这下彻底完蛋了，父亲居然就在身后，这下真的撞枪口上了。雷坦冷着脸非要贝利解释清楚训练场的事，谁能想到他会突然出现？看这架势，他是真的动了肝火。贝利整个人都懵了，心里乱成一团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雷坦语气冰冷的警告：“如果不听话，这里就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”面对这种最后通牒，贝利只能低头认错，小声说了句对不起。雷坦一进屋就开启了碎碎念模式，责怪贝利乱跑让他担心。贝利只能乖乖认错，看来父亲已经掌握了全部情报，这下想赖也赖不掉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西昂怎么也被带回来了，还一直站在后边不说话。难道父亲打算把他们两个一起教训一顿？这下事情可真闹大了，这简直是大型社死现场。西昂就在旁边看着，贝利却被父亲训得抬不起头，他心里急得不行，万一这两个人第一印象搞砸了，以后的计划还怎么展开？可就在这时，雷坦的画风突然变了，他伸手摸了摸贝利的头，原来他这么凶，是因为听说贝利在爷爷那受了委屈，怕他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哭。看着父亲担心的样子，刚才那股紧张劲儿一下子全没了。看着父亲担心的样子，贝利觉得没必要再隐瞒了。其实爷爷根本没有为难他，甚至可以说爷爷表现得相当亲切，还主动帮他解了围。这话一出口，雷坦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在他印象里，那个老头子向来冷酷无情，怎么可能突然转了性子？雷坦陷入了沉思，这太阳总不能打西边出来，伯爵这么反常，背后肯定没安好心。雷坦突然转过头，直接点明了身后的西昂。贝利一看这架势，以为父亲要拿西昂开刀，立马开启了护短模式。他大声喊着让父亲住手，说西昂只是被他拉过去的，要罚就罚他一个人。贝利心里急，是怕的要死，他们才刚当上朋友，万一西昂因为这事被骂，以后不跟他玩了，可怎么办？看女儿这么护着西昂，雷坦也只能妥协，答应不再追究刚才的事。但他接下来的话却让贝利彻底愣住了，他要把西昂留在贝利身边，从今天开始，西昂不再是外人，而是贝利的贴身护卫。怪不得他一直跟着，原来父亲为了贝利的安全，专门把西昂从骑士团挖了过来。雷坦解释说，虽然西昂现在还没正式编制，但可以先当贝利的私人护卫。结果他一个没留神，竟然把真心话给说漏了，说让西昂留下是为了监视贝利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雷坦赶紧改口说，只是为了让西昂陪在女儿身边。贝利虽然听得清清楚楚，但他决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毕竟能和西昂天天待在一起，这简直是白捡了一个大便宜。雷坦还打算更进一步，既然西昂底子不错，以后除了保护贝利，还得接受专门的武术特训。谁能想到雷坦竟然要亲自收徒？他摸着西昂的头宣布，以后自己就是西昂的老师了。他还故意卖了个关子，问西昂愿不愿意跟着他这个所谓的退役大佬学习。西昂哪见过这阵仗，立马兴奋地答应了下来。雷坦接着又给出了考验，问他能不能一边保护贝利，一边扛住高强度的训练。西昂没有半点犹豫，直接点头接下了这个重担。看着西昂那副感激涕零的样子，一旁的贝利忍不住想吐槽，父亲这招扮猪吃老虎玩得太溜了，三两句话就把西昂给忽悠瘸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西昂这下是彻底留下来了。西昂现在可是干劲十足，大声保证一定会尽全力。看着他这副认真的样子，贝利心里别提多美了，不仅提前见到了西昂，现在两人还住到了一个屋檐下，而且比起在骑士团的时候，西昂明显放松了很多。可到了深夜，气氛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，贝利在走廊里喊了好几声，却始终没见到女仆安妮的身影。按理说这个时间，安妮早该从主屋回来了，可现在到处都静悄悄的，连个回音都没有。安妮到底去哪了？难道在主屋那边出了什么意外吗？贝利在屋里转了好几圈，还是没见到安妮的身影。他本来还想把自己宝贝的糖果分给安妮一点呢。就在这时，他正好撞见了回来的雪莉。只见雪莉怀里抱着大包小包，里面全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。贝利看得眼睛都直了，赶紧问这是怎么回事。雪莉兴奋得合不拢嘴，说管家这次竟然大发慈悲，给他们分了好多顶级的食材。以前那些人总是看人下菜碟，给的食物又少又差。雪莉一边显摆手里的红苹果，一边吐槽以前的制度太离谱，根本不顾及家里还有孩子。雪莉拍着胸脯保证，以后贝利想吃什么都管够。贝利一听可乐坏了，立马点名要吃刚出炉的饼干。雪莉还贴心的提议，要不要给西昂少爷也准备一份。贝利这下纳闷了，雪莉怎么知道西昂住在这儿？原来雷坦收徒的消息早就已经在府里传开了，大家都在议论纷纷。毕竟这位大人以前从不收徒，这次破天荒收了个孩子，简直是破天荒的大新闻。贝利听完还不忘嘱咐雪莉，记得给安妮也留一份。他心里始终还惦记着那个还没回来的女仆，等安妮一回来，大家就能一起吃小饼干了。贝利刚试探着提了一句安妮，雪莉的反应就变得特别奇怪，她嘴上答应着，却找个做饼干的借口，扭头就往厨房跑。看着雪莉这副脚底抹油的样子，贝利站在原地半天没回过神，这明显是在打马虎眼。
雪莉平时跟安妮关系挺好，怎么一提到安妮就急着开溜？这事儿绝对有猫腻。雪莉越是想躲，就说明背后的秘密越大。看来贝利侦探的亲自出马了，毕竟在安妮彻底倒向自己之前，绝对不能让她出任何意外。安妮那边果然出大事了，贝利躲在门后听得真切。厨房里的仆人们正在嚼舌根，说安妮偷了夫人的耳环，现在赃物被搜了出来，他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。安妮怎么可能会去偷东西？这明摆着是有人在栽赃陷害。贝利急得不行，恨不得把耳朵贴到门缝上，想听听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。可屋里的声音越来越小，贝利正懊恼听不清楚呢，肩膀上却突然多了一只手，一个低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问他大半夜在这儿干什么？这下彻底完蛋了，偷听墙角竟然被抓个正着。贝利僵在原地不敢动弹，这回该怎么解释才好？谁能想到抓个正着的人竟然是西昂？贝利这下彻底愣住了，本来是想偷偷摸摸干点事，结果直接撞到了熟人手里。西昂倒是一脸淡定，说是要来给他当保镖。贝利赶紧随便编了个借口，想把这事儿给糊弄过去。可还没等他松口气，屋里的女仆突然察觉到了动静，眼看就要穿帮。西昂反应极快，一把捂住了贝利的嘴，示意他千万别出声。这要是被里面的人发现，那可就真的解释不清楚了。贝利动都不敢动，只能在心里祈祷千万别被抓个现行。西昂反应极快，拉起贝利就往暗处跑。现在顾不上解释那么多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才是正事。两人在走廊里一路小跑，总算暂时甩掉了麻烦。可贝利心里却乱成了一团。安妮真的会去偷耳环吗？这件事怎么想都透着古怪，跟他记忆里的那个未来完全对不上号。局面已经彻底失控了。女仆在走廊里转了一圈，总觉得刚才有什么动静。好在贝利和西昂躲得够快，没让他抓到半点影子。两人一路跑到了花园深处，这里黑灯瞎火的，平时根本没人会过来。贝利这才敢停下来歇口气。西昂一直守在旁边，轻声问他有没有事。贝利摇了摇头，心里总算踏实了一点。虽然暂时甩掉了麻烦，但刚才那一幕实在太险了，要是再晚走一步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西昂停下脚步，说这里离厨房已经够远了，有什么话可以尽管直说。他开门见山地提到，刚才女仆们议论的那件事，是不是跟安妮偷耳环有关？贝利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完全没想到他竟然也知道。西昂解释说，他在搬行李出宿舍的时候，就已经听到有人在嚼舌根了，说那个叫安妮的女仆偷走了夫人的珍珠耳环。看来这件事在府里早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。西昂带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劲爆，安妮刚调走，夫人的耳环就丢了，这摆明了是有人在背后设局。更糟糕的是，现在矛头竟然直指贝利的父亲，说他管教不严，甚至怀疑是他指使的。玛丽安夫人还在一旁推波助澜，非要让伯爵出来背这个黑锅。贝利听完气得直跺脚，安妮偷东西，凭什么要我爸爸负责？这简直太离谱了！对方这哪是在抓小偷，分明是想借机把他们家彻底搞垮。贝利仔细盘算了一下，发现时间线根本就对不上号。耳环丢的时候，安妮还在主屋干活呢，怎么可能跑去偷东西？可现在玛丽安夫人亲自下场，非要追究什么连带责任。她在家族里地位那么高，这一开口摆明了是要把人往死里整。贝利突然想起一件事，他在调查父亲死因的记录里，明明见过关于这桩失窃案的记载，可当时被抓到的贼根本就不是安妮。为什么现在非要把安妮硬往这件事上扯，甚至还要推她出来当替罪羊？不管对方到底想干什么，既然提到了连带责任，那他们的最终目标肯定就是贝利的父亲。贝利怎么也想不通，父亲在家族里地位最低，明明就是个不争不抢的软柿子，为什么姑姑非要针对他不可？但不管对方有什么目的，他都绝对不会坐以待毙。西昂看出了他的心思，担心他会因为冲动把事情搞砸。贝利却表现得异常冷静，他知道现在急也没用，必须先回去把脑子里的线索理清楚。他一脸严肃地叮嘱西昂，今天他们发现的这些秘密，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这可是他们两个人的秘密。西昂听完愣了一下，差点就把心里话给说漏嘴了。他本来是奉命来监视贝利的。贝利一脸严肃地比了个虚的手势，既然要保护爸爸，那今天的事就是他们之间的最高机密，谁都不能说出去。他直接给西昂下了封口令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开了。现在他可没心思玩什么监视游戏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办。回到房间后，贝利一刻也不敢耽搁，他必须尽快把脑子里那些属于另一个我的记忆全部理顺，这可是翻盘的关键。但这里还是不够保险，爸爸和西昂随时可能推门进来，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搞动作，风险实在太大了。既然这样，是时候动用那个地方了，那个藏在府邸深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秘密空间。约瑟夫这小子总是这么冒冒失失的，还没见着人呢，嗓门就已经先传进屋里了。玛丽安看着推门而入的弟弟，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这穿的是个什么东西，简直花里胡哨的让人眼晕。约瑟夫倒是一点不尴尬，反而挺起胸膛显摆起来，非说这是现在社交界最顶尖的时尚。姐姐，你这审美可有点落后了。他甚至还讲起了一套生意经，觉得想要把衣服卖出去，就要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，这迷之自信真是让人没法接话。约瑟夫最近显然是有点飘了，仗着精品店上半年的业绩不错，竟然当面跟玛丽安叫板，甚至还盯上了姐姐名下的别馆，觉得用不了几年就能收入囊中。玛丽安听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开口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他让约瑟夫赶紧停止这种白日梦，光靠卖那点破布头，攒一辈子恐怕也够不着别馆的门槛。这番话对得约瑟夫哑口无言，他看着玛丽安那副冰冷的架势，心里忍不住直犯嘀咕，这女人的脾气
真是一点没变，简直比石头还要硬。约瑟夫被对得下不来台，干脆把那个私生子拉出来当挡箭牌。他说，就算自己再不争气，也总比让那个外人抢走家产要强。紧接着，他神神秘秘地凑过来，说那个私生子今天竟然去了神殿，看样子是想把大团长的头衔给拿回来。约瑟夫笑得一脸轻蔑，觉得这种事简直是痴人说梦，那种至高无上的荣誉，乃是一个私生子随随便便就能碰的。可玛丽安却没他那么乐观，他太了解圣教团那帮人的行事风格了，谁也猜不准那些老狐狸在想什么。看着约瑟夫那副没心没肺的样子，玛丽安却陷入了沉思。这件事处处透着古怪，他已经嗅到了阴谋的味道。约瑟夫这下是彻底坐不住了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父亲为什么要让雷坦回来。更让他纳闷的是，那个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私生子，最近竟然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家里。一想到雷坦可能重回巅峰，约瑟夫心里就跟猫抓一样。要是那家伙真的拿回了大团长的头衔，这个家的排名可就要大洗牌了。到时候他这个正牌少爷恐怕连站的地方都没有。看着约瑟夫在那儿疑神疑鬼，玛丽安却显得格外淡定。他一眼就看穿了弟弟那点小心思，甚至还带着笑意问他是不是已经开始害怕了。相比约瑟夫的自乱阵脚，玛丽安更像是一个稳坐钓鱼台的猎人，他手里显然握着更重要的筹码，只要再耐心等上一会儿，真正的猎物马上就要自己撞进网里了。约瑟夫心里还是没底，他忍不住追问玛丽安，到底有没有一个万全的计划？毕竟这件事一旦失手，后果谁也承担不起。玛丽安却笑得云淡风轻，她说，真正的计划往往不需要提前设计的太死，因为只要一个人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，为了生存，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。紧接着，玛丽安把目光转向了身后的安妮，她语气温柔，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拒绝的压迫感。她想看看一个急需用钱的平民到底能为她做到哪一步。安妮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玛丽安那句寄予厚望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无形的枷锁，直接把她逼到了悬崖边上。看来贝利已经有了主意，这地方简直太合适了，他打算把这里好好利用起来。这里被叫做冥想室，虽然名字听着挺玄乎，但看着可不像什么好地方。他一个人顺着楼梯往下走，谁能想到在这么大的宅子里，竟然藏着一个连大人都不知道的密室。贝利推开门感叹，这地方简直是藏秘密的天堂。毕竟另一个他曾在这里调查过父亲去世的真相，既然现在有了不能说的秘密，这里就是他最安全的堡垒。既然要搞清楚现状，贝利决定先把脑子里的记忆全写下来，看看现在的经历和另一个我到底差在哪。他想起在管家的日志里看过，姑姑因为找回了拍卖行失窃的耳环立了大功，而那个在日志里出现频率最高，也是家族第2顺位继承人的女人，正是玛丽安。玛丽安姑姑确实厉害，不仅占据了最豪华的蓝宝石府邸，连管家都对她的手段赞不绝口。可奇怪的是，她已经是家族的2把手了，为什么还要死死盯着我父亲不放？如果父亲回来，最该感到焦虑的人绝对不是地位稳固的他。贝利突然反应过来，真正坐不住的应该是那个一直躲在阴影里的约瑟夫。在管家的日志里，他就像是玛丽安的影子。虽然两人表面上是竞争对手，但在折磨我父亲这件事上，他们可是配合的天衣无缝。说到底，他们之所以这么疯狂的折磨我父亲，全是因为那点上不了台面的出身偏见。就因为父亲是季氏生的孩子，那些所谓的亲戚从小就骂他是私生子，甚至觉得他出现在宅子里都是种罪过。贝利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之前光盯着安妮那个间谍，竟然把约瑟夫给漏掉了。玛丽安地位稳固，但约瑟夫跟父亲的地位差距并不大，他有足够的动机去打压父亲。万一这2个人早就联手了，那父亲现在的处境可就真的危险了。在特拉维尔家族，没人会平白无故地帮别人，玛丽安和约瑟夫这种人更不可能去做亏本买卖。贝利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既然安妮是他们安插的间谍，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把偷耳环的罪名栽赃给父亲，牺牲一个好用的妻子，就为了让父亲背黑锅？这买卖怎么算都说不通。贝利气得想撞墙，那个另一个我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关键时刻的记忆全是一片空白？看来要查清楚真相，这份名单还得继续往后列了。既然理清了这帮人的关系，那就不能坐以待毙了。贝利决定先从约瑟夫下手，毕竟父亲回来，他才是那个最想狗急跳墙的人。第2步得盯死玛丽安姑姑，这个女人的胃口恐怕比赶走我父亲要大得多。最关键的还是安妮，她是整件事里最奇怪的变数，也是另一个我记不起来的关键。行了，计划通通记在小本本上，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贝利侦探吧。真相到底藏在哪？咱们走着瞧。坏了，刚在密室里钻了半天，这白裙子上全是壁炉里的黑灰。贝利看着这一身脏兮兮的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这要是被女仆看见了，根本没法解释自己去哪淘气了。他只能抱着笔记本，轻手轻脚的从密室出口爬出来，一路上叮铃哐啷的听得人心惊肉跳。趁着走廊里没人，得赶紧溜回房间把这身换掉。这侦探还没当成，差点先因为衣服脏了露馅。贝利把弄脏的裙子丢进筐里，打算赶紧洗把脸换身衣服。可就在他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屋子里突然传出一声怪响，这一下吓得贝利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刚才那是什么动静？绝对不是幻听。他屏住呼吸，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，这声音到底是从哪传出来的？难道这房间里还藏着别的人？到底是谁在那儿？贝利大声喊了一句，试图给自己壮胆。可空荡荡的房间里，除了他自己的回声，什么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窗户那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就像有什么重物狠狠地砸在了玻璃上。听不见，
我什么都听不见。贝利一头钻进被窝里，死死地捂住耳朵，试图把那个诡异的声音隔绝在外，仿佛只要躲起来，危险就会消失。可那个声音就像阴魂不散一样，穿透厚厚的被子，一下又一下地钻进他的耳朵里。这下真的要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更恐怖的事：明明心里怕得要死，可他的身体竟然不听使唤，正一步步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那个声音正在操控他的意识吗？这动静怎么像是从枕头底下传出来的？贝利整个人都懵了。他明明记得枕头下面只放了爷爷送的那块鹅卵石，难道是那块石头出问题了？贝利颤巍巍地伸出手想要看个究竟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蓝色的小手突然从枕头缝隙里伸了出来，死死地抓住了他的手指。谁能想到枕头底下竟然钻出个这么个小玩意儿？贝利整个人都看傻了。这蓝色的小家伙不仅长得奇怪，居然还会开口说话。他一脸委屈地抱怨，说叫了半天贝利都不答应。这下贝利更懵了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仔细一看，这小家伙长得确实不一般，通体透蓝，身上还有亮晶晶的斑点。贝利猛地反应过来，这颜色和花纹不就跟爷爷送的那块鹅卵石一模一样吗？难道那块石头真的活过来了？贝利现在不仅是害怕，更多的是发愁。他想起爷爷送这块石头的时候，表情那叫一个严肃，千叮咛万嘱咐，绝对不能弄丢。可现在石头变成了个活物，这在爷爷眼里到底算不算把宝贝给弄丢了？还没等贝利纠结完，这蓝色的小家伙倒先委屈上了。他一边嚷嚷着心碎了，一边埋怨贝利为什么要装不认识。贝利也是一脸莫名其妙，自己明明是第一次见他，这小东西到底哪来的自信？结果他倒好，直接挥了挥小爪子，大方的自我介绍起来：“我是阿鲁姆，是你最好的朋友啊。”看着眼前这个自称是老朋友的小家伙，贝利心里直打鼓。不过转念一想，爷爷总不至于送个危险品给自己。他大着胆子伸手试探着摸了一下，没想到这小东西不仅不咬人，还被摸得咯咯直笑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贝利这才松了口气，觉得他不仅温顺，甚至还有点可爱。可还没等他稀罕够呢，阿鲁姆突然冒出一句：“茱莉亚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小了？”他甚至还一脸认真的回忆说，上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不仅个头大，而且满脸都是皱纹。贝利这下彻底听傻了，赶紧追问他：“你说的茱莉亚，难道是茱莉亚·奎茨？那是我奶奶，你怎么认识我奶奶？”这下阿鲁姆彻底懵了，他盯着眼前的女孩看了半天，才发现她根本不是当年的茱莉亚。可这双透亮的绿眼睛，还有这熟悉的粉色长发，简直跟茱莉亚一模一样。闹了半天，阿鲁姆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。他盯着贝利的粉色头发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贝利无奈地说：“我早就告诉你了呀。”阿鲁姆解释说，这也不能怪他，因为贝利身上的气息简直和当年的茱莉亚一模一样。原来是因为血缘的关系。贝利正式介绍自己：“我是茱莉亚的孙女，我叫贝利。”这下身份终于对上号了。但这个小东西和奶奶之间肯定还有更多没说完的秘密。阿鲁姆还兴冲冲地打听，问贝利到底要去哪里才能见到当年的老朋友茱莉亚。看着他那副期待的样子，贝利心里纠结的要命，不知道该不该把真相告诉他。可有些事终究瞒不住。贝利深吸一口气说：“阿鲁姆，奶奶她已经不在人世了。”这句话就像晴天霹雳，让阿鲁姆彻底僵在原地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等了这么久，等来的竟然是永别。在阿鲁姆的记忆里，茱莉亚总是那样温柔地抱着他，那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贝利轻声解释说，爷爷一直珍藏着奶奶的遗物，后来又把这份念想传给了他。正是因为这个小小的物件，才让跨越了2代人的缘分重新连接在了一起。这大概就是冥冥之中最好的安排吧。看着阿鲁姆伤心的样子，贝利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可还没等他安慰几句，阿鲁姆就彻底崩溃大哭起来，这哭声简直要掀翻屋顶。贝利吓得赶紧让他闭嘴，生怕把府里的仆人都招来，那可就真解释不清楚了。可奇怪的是，阿鲁姆闹出这么大动静，外面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贝利这才猛地意识到，原来这个小东西的声音，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。阿鲁姆哭得昏天黑地，嘴里一直念叨着茱莉亚的名字。贝利在一旁急得团团转，怎么哄都哄不好，实在没辙了。贝利只好试着转移他的注意力，提议给他讲讲奶奶过去的故事。没想到这一招还真管用，阿鲁姆总算慢慢安静了下来。可怜的贝利就这样讲了一整夜，直到天边泛起了鱼肚白。等这个小祖宗终于睡着，贝利整个人都累瘫了。这一晚折腾的简直比干体力活还要命。贝利本来只是想聊聊家常，顺口提了一句自己是雷坦的女儿，还说到了那位布朗叔叔，谁知道这下又捅了马蜂窝。阿鲁姆一听说布朗叔叔已经不在了，刚止住的眼泪唰的一下又出来了，哭得贝利整晚都没法合眼。看来这位叔叔在他心里分量极重。其实贝利从来没见过这位叔叔，他在贝利出生前就去世了。但在他的记忆里，父亲雷坦每次提起这个名字，整个人都会变得非常消沉。这位布朗叔叔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，竟然能让身边的人都如此牵挂？说起来，这位布朗叔叔也是个苦命人，因为出生在爷爷母结婚前，他这辈子都没能名正言顺地留在家里。要是他还在世，父亲雷坦也就不用一个人硬扛这么多年了。贝利正感慨着，想问问阿鲁姆是怎么想的，结果一回头，刚才还在身边的那个小家伙竟然凭空消失了。这下贝利彻底慌了神，他翻遍了枕头和被子，可到处都找不到阿鲁姆的身影。虽然只有自己能看见他，但他可是爷爷留下的唯一礼物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他到底跑到哪去了？贝利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，要是让爷爷知道
阿鲁姆弄丢了，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。他本来就在忙着帮父亲翻案，结果现在还得满世界去抓蜥蜴。事到如今，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，只要爷爷还没发现，一切就还有挽回的余地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此时在主宅的办公室里，伯爵正盯着手里的东西陷入沉思。伯爵看着手里的报告，简直要被气笑了。就因为一个女仆偷了耳环，竟然要让雷坦来负责，这种漏洞百出的陷害，真是连3岁小孩都骗不了。看来普利希拉和玛丽安娜几个人为了对付雷坦，已经开始不择手段了。卡莱特在一旁提醒，玛丽安盯上的恐怕不只是耳环，那颗蓝宝石才是他真正的目标。既然对方已经出招了，卡莱特问要不要深入调查，伯爵却摆了摆手，决定先按兵不动。他想看看自己的这个儿子到底有没有本事，靠自己把这盆脏水泼回去。在特拉维尔家族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都没有破例的权利。卡莱特的态度非常坚决，为了保证继承权的绝对公正，伯爵大人必须保持中立，尽量不去干预领地内部的那些破事。如果他那个不省心的儿子真能搞定神殿的契约，那么那个代号为容器的计划又会有什么样的进展？炼金术士口中的不沉之船，原本预计要花上1整年才能完工，可如果雷坦真的能压制住圣剑的暴走，神殿就会提前降下祝福，把这1年的工期大大缩短。看来这小子的成败已经成了整个计划最关键的一环，这下局势彻底变了。如果雷坦真的能把工期缩短，那他立下的功劳可不是用钱就能衡量的。约瑟夫辛苦苦干了4年，恐怕一下子就要被雷坦给超过去了。伯爵冷笑着感叹，用这种方式来翻盘，确实很符合雷坦那小子的作风。但卡莱特心里却有点犯嘀咕，毕竟玛丽安那个女人还在暗中使坏，约瑟夫4年的心血绝不会就这么轻易交出来。最让人头疼的是，雷坦对这些权力和算计根本没兴趣。卡莱特担心，按照雷坦那个闷葫芦性格，这次他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，一句话也不解释，直接把所有的黑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伯爵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：“那就拭目以待吧。”卡莱特听出了话里的意思，看来伯爵对这个长子终于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期待。换作是6年前，雷坦确实是个只会退让的人，不管受了多大委屈，他都会默默把黑锅背好，甚至把自己辛苦打下的功劳也随手送给别人。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，因为雷坦有了女儿贝利，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无牵无挂的人，而是一个有了软肋的父亲。伯爵心里很清楚，一个男人一旦有了想要守护的对象，就绝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眼睁睁看着别人抢走属于他的东西。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就在这时，普利希拉伯爵夫人转过身，笑着打了个招呼。她说：“好久不见。”问雷坦最近过得怎么样。看来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同一件事。夫人指了指旁边的座位，既然来了，就坐下喝杯茶，叙旧吧。雷坦顺势坐了下来。伯爵夫人一边倒茶一边抱怨，说他这段时间连个面都不露，还得自己一直惦记。雷坦端起茶杯，语气平淡的道了个歉，说自己最近忙着带孩子，实在抽不开身。夫人听完笑了笑，一副非常体谅的样子，说自己完全能理解。可谁能想到他心里想的却是，这男人真是够厚脸皮的，居然还有脸坐在我对面。伯爵夫人心里很清楚，现在绝不能再像以前那样，只把雷坦当成一个碍眼的家伙。这个头号无赖现在有了软肋，谁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疯事。万一真的把他逼急了，他肯定会反过来盯着赫凡特的位子。如果让他重新拿回大剑士的身份，甚至得到神殿的认可，那他在家族里的地位就彻底稳了。哪怕被所有人唾弃，他也只会独自扛下一切。在那段孤寂的岁月里，他早已习惯了孑然一身。为了赫凡特的前途，伯爵夫人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。虽然丢掉那只耳环有点可惜，但只要能达成目的，这点代价根本不算什么。他端起茶杯，死死盯着眼前的对手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继续往上爬。既然明着拦不住，那就只能玩阴的了。他已经想好了计划，要亲手制造一场丑闻，彻底搞臭对方的名声。伯爵夫人先是假惺惺的道歉，说不该在雷坦忙着带孩子时打扰他，紧接着话锋一转，直接问他知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被叫来。雷坦端着茶杯没说话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对方这是要让他承担所谓的连带责任。伯爵夫人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，说一只珍珠耳环虽然不值钱，但如果不惩治这种偷窃行为，家里就没法立规矩了。雷坦看穿了他的把戏，索性顺着他的话说，既然你想立规矩，那我会把自己的财物拿出来参加拍卖。这下他倒要看看对方还能耍什么花招。伯爵夫人表面上笑得合不拢嘴，嘴里说着感谢理解的客套话，心里却在冷笑，觉得雷坦已经彻底掉进了他的陷阱。在他眼里，这个眼中钉也就只能再蹦跶几天了。只要慈善拍卖会一结束，他就要让对方彻底从这个大陆上消失。可他还没来得及得意太久，雷坦就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当然可以。”紧接着，雷坦话锋一转，问对方愿不愿意听听他的建议。伯爵夫人这下彻底懵了，心想明明刚才都已经谈妥了，这家伙怎么还不肯罢休？他强装镇定地问：“难道还有什么没交代清楚的吗？”雷坦却表现得非常有把握，他直勾勾地盯着对方说：“我向你保证，接下来的这个提议绝对比你吃过的任何甜点都要诱人。”话音刚落，伯爵夫人端着茶杯直接愣在原地。刚走出房门，雷坦就一把扯开了领口。这种虚伪的应酬显然已经让他忍到了极限。他一边走一边抱怨，这种低三下四的戏码真是一点都不符合他的风格。可抱怨归抱怨，他的脑子比谁都清醒。刚才那场谈话已经让他彻底确认了一件事，那个所谓的慈善拍卖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陷阱。伯爵夫人还在那装模作样，口口声声说珍珠耳环不值钱，但家里的规矩
绝对不能乱。其实谁都听得出来，他这就是在故意找茬。雷坦看着他表演，心里只觉得一阵恶心。这种摆在明面上的恶意虽然让人不爽，但总比那些背后捅刀子的好对付。他本想直接发作，可一想到还在受苦的贝利，他只能强行压下火气，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。为了能带贝利彻底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他必须得忍，哪怕这地方让他1秒钟都待不下去，他也得把这出戏演完。在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雷坦心里很清楚，光靠硬碰硬是活不下去的，他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，才能把贝利护周全。他突然想起之前布朗的建议，意识到那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这一声称呼意味着他终于决定要联手了。布朗开门见山地劝他别再跟家里人死磕了，在这个圈子里混，有时候就要跟讨厌的人联手。雷坦一听就炸了，让他去讨好那群畜生，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他宁愿去战场上跟尸体待在一起，也不想跟这帮人多待1秒。可布朗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彻底没词了。死人确实干净，但死人给不了你想要的力量。如果你真想护住心里的那个人，就要学会利用这股恶心的力量。只有站得够高，你才有说话的份。雷坦心里已经明白，想要在这个家里保住贝利，光靠一腔热血确实是远远不够的。就在他暗自下定决心时，管家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一边喘气一边喊着少爷，说是有急事要汇报。雷坦本来一脸冷淡，可一听管家提到这件事跟贝利有关，他的气场瞬间就变了。他盯着管家，语气里透着一股寒意。贝利到底怎么了？直接说重点。管家提起了那件事，就是贝利之前随口提到的那家墨水公司的股票。雷坦当然记得，但他不明白管家现在提这个干什么？难道是股票出问题了？管家支支吾吾地说，虽然贝利小姐年纪小，可能只是童言无忌，但她总觉得心里不踏实，所以私自把股票全给卖了。这话一出，雷坦的语气瞬间冷了下去。他盯着管家问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是想把这口锅甩给贝利吗？管家吓得魂都没了，连声解释说绝对没那个意思，他哪敢怪罪贝利小姐。管家激动的语无伦次，说就在他卖掉股票后不久，那家公司竟然真的破产了，要是再晚那么一丁点，他这辈子的积蓄就全打水漂了。他拉着雷坦不停地道谢，说贝利小姐简直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要不是听了那句提醒，他现在恐怕连哭的地方都没有。雷坦表面上不动声色，只是冷冷地打发管家先退下。可等四下无人时，他的神情却变得复杂起来。这绝对不是什么运气好，贝利居然真的精准预言了那家公司的倒闭。看来贝利平时玩的侦探游戏还真不是小孩子胡闹。雷坦忍不住笑了笑，但他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，生怕这孩子一个人又闯出什么祸来。他一边往回赶，一边在心里盘算着，得赶紧回到贝利身边才行。可此时的贝利早就一个人钻进了小树林，正扯着嗓子到处喊，阿鲁姆你在哪儿啊？按理说蜥蜴都喜欢躲在草里，怎么这只石蜥蜴就这么难找呢？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说话声，一个小男孩正老气横秋地问，如果那只青蛙在哭，爷爷肯定会把它踢出去吧？旁边的小女孩立马接话，那是当然，特拉维尔家可不需要，只会嚎啕大哭的爱哭鬼。躲在草丛后的贝利愣住了，这声音听起来实在太耳熟。他悄悄拨开叶子往外看，果然没猜错，那两个凑在一起嘀咕的正是叔叔家的龙凤胎哈提和马蒂。一看见他们，贝利就想起那些糟心事，那是另一个自己最想抹掉的噩梦。以前带头欺负他的是姑姑家的儿子卡利普斯，加上这对双胞胎，3个人合伙他根本没法还手。后来卡利普斯去了学院，本以为能清静点，结果这对双胞胎哪怕成年了，还是没完没了的找麻烦。从他第一天进门开始，这2个人就没消停过，只会躲在背后看他的笑话。这2个家伙嘴里一直喊着青蛙，那是他们给贝利起的绰号。听听这计划多损，他们竟然抓了一只真青蛙，打算等贝利一出门就直接甩到他脸上。看着那2个笑得前仰后合的身影，躲在草丛里的贝利眼神彻底冷了下来。小年纪心肠竟然能这么狠，真当他还是以前那个只会躲起来哭的小包子吗？既然你们这么爱玩，那就谁也别想跑。贝利决定先下手为强，给这2个家伙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。别看他现在年纪小，他可是雷坦的女儿，对付这2个只会恶作剧的小屁孩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他像个熟练的猎人，悄无声息地在树林间穿梭，死死盯着那2个毫无察觉的目标。双胞胎还在那儿兴奋地商量，这些够不够？快扔过去！他们根本不知道，真正的危险已经绕到了他们身后。坏了，这袋子里的东西不对劲，怎么动得这么厉害？还没等双胞胎反应过来，里面的东西突然发了疯，隔着布袋子对着他的脸就是一口。他疼得大叫，这玩意儿竟然咬人！这下谁也顾不上恶作剧了，他一边惨叫一边使出全身力气，把手里的烫手山芋给扔了出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阴森森的笑声突然在树林里荡开，吓得双胞胎当场定在原地。贝利故意压低嗓门，悠悠地开口说：“要是敢把我扔出去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安生。”这声音忽远忽近，听得人脊背发凉。双胞胎吓得四处乱看，根本找不到说话的人在哪。贝利戴着叶子面具，猛地从树影里探出头来，大喊着要缠着他们一辈子。这下2个小坏蛋彻底崩溃了，大喊着有青蛙冤魂索命，连滚带爬的逃离了现场，手里的袋子也顾不上要了。大功告成，贝利拍拍手，从树上跳了下来，看着那2个落荒而逃的背影，他忍不住得意地哼了一声。这2个小屁孩也就这点本事了，
不过说起来，他们为了捉弄人也真是够拼的，竟然真的去抓了一只活青蛙。结果现在倒好，青蛙被他们随手扔在地上，看着就摔得不轻。贝利蹲下身子，看着袋子里那个倒霉蛋，心里多少有点过意不去。要不是因为那两个家伙想吓唬他，这小东西也不至于遭这份罪。他正小心翼翼地伸手，想看看青蛙还有没有气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问他大半号的在这儿干什么。贝利吓得一激灵，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西昂。西昂歪着头盯着地上那个蠕动的袋子，问：“这又是闹的哪一出？”贝利赶紧解释，说是那两个小屁孩抓来吓唬他的，他正打算把这小东西给放了。西昂听完没多说什么，直接伸手把袋子接了过去。他一边检查一边提醒贝利，看这个头八成是一只大牛蛙，这玩意儿脾气大的很，弄不好还会伤人。贝利听得直点头，心里一阵后怕。不过贝利很快反应过来，这个时间西昂不是应该在跟他父亲上课吗？怎么突然跑出来了？西昂无奈地抓了抓头发说，本家那边突然来了消息，说是急着找伯爵大人，所以训练只能提前结束，他这才得了空跑回来。贝利拖着下巴，心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本家那帮人这时候找父亲过去，准是又想找人背锅了。既然父亲之前答应承担连带责任，他们肯定会变着法子继续施压。虽然心里乱成一团，但看着身边的西昂，贝利还是强撑着安慰道：“父亲肯定没问题的，咱们也别太担心了。”西昂听话的应了一声，随后晃了晃手里的袋子，说：“那他先去把这小东西给放了，总不能一直这么拎着。”贝利本想跟着一起去，西昂却摆摆手，让他留步，说：“就在旁边的草丛里。”他动作快，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回来。贝利突然一拍手，说他知道一个绝佳的好地方，要把这只青蛙放生到那儿去。西昂看他兴致这么高，也就点头答应一起过去。其实贝利心里正打着小算盘，他知道双胞胎每天都会经过那个池塘，要是这只大牛蛙突然蹦出来，绝对能把那两个家伙吓得够呛。想到这儿，他忍不住偷偷笑出了声，说干就干。贝利一把拽住西昂的手，催促着赶紧出发，生怕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贝利在前面跑得飞快，西昂在后头紧紧跟着，一边提醒他慢点跑，一边担心他会不小心摔倒。可贝利现在满脑子都是他的计划，根本听不进去。西昂盯着贝利的背影，看着他那圆滚滚的后脑勺，心里莫名觉得有些可爱。贝利敏锐地察觉到了，他停下脚步，回过头，一脸纳闷地问：“西昂，你怎么突然走慢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”这下西昂彻底慌了，心想坏了，刚才是不是盯得太死被发现了？这要是被看穿心思，那可就太尴尬了。他赶紧随便找了个借口，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说是刚才看到他头发上粘了东西，所以才想凑近看看。说完这话，西昂心里还在打鼓，生怕贝利再多问一句，这蹩脚的理由也不知道能不能糊弄过去。西昂还在那儿一本正经的圆谎，说他本来想帮忙拿掉，但又怕直接动手太冒昧了。结果贝利这姑娘心大，竟然一点都没怀疑。他一拍脑门，心想准是刚才爬树的时候蹭到的，于是大大方方地凑到西昂跟前，低下头让他帮自己仔细瞧瞧，看看那片叶子弄干净没。这下西昂彻底傻眼了，他原本只是想找个借口掩饰尴尬，谁能想到贝利会突然靠得这么近，看着近在咫尺的粉色发顶，他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西昂支支吾吾地应着，颤抖着伸出手，在那头柔软的长发上轻轻试探。贝利还傻乎乎地问弄干净没有。两人刚松了一口气，贝利就迫不及待地拉着西昂往回跑，嘴里还兴奋地念叨着：“刚才那只牛蛙个头可真不小，肯定能让那两个捣蛋鬼吓一跳。”可谁能想到，他们刚进屋就撞见了正从楼梯上下来的雷坦。贝利看到父亲，立马开心地打起招呼。贝利一回家就扑进爸爸怀里，还一脸八卦地打听老爸去主屋有没有被爷爷奶奶教训。雷坦听了直摇头，心想你老爸可不是那种好欺负的人。不过雷坦马上反将一军，问贝利那封道歉信到底写了没。这下轮到贝利心虚了，他昨天光顾着偷听八卦，早就把这事儿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贝利正支支吾吾想蒙混过关，雷坦却突然提到等会儿出门回来可能会太累。贝利这才猛地反应过来，原来约好的日子就是今天。他立马兴奋地跳了起来，转头就冲着西昂大喊，让他也赶紧去准备准备，咱们今天得一起出发。西昂站在旁边一脸茫然，指着自己半天没回过神，怎么这出门的计划里竟然还有他的份儿？贝利理直气壮地说，那当然了，爸爸说让你贴身保护我。西昂却有点犯难，自己除了练功服，连件像样的出门衣服都没有，更别提兜里还没钱。就在这时，雷坦冷冷地丢下一句，这些都不用你操心。贝利清了清嗓子，开始宣布他的特拉维尔家守则。第一条，每个小孩每个月都得领零花钱。西昂听完愣了一下，小声提醒说，可我并不是这个家里的小孩。贝利这才反应过来，西昂以前过得并不好，他那个落魄的男爵家根本给不了他这些支持。这下气氛彻底尴尬了，贝利心里一阵懊恼，偏偏提到了最敏感的钱，这事儿现在想补救都难，关键时刻还是雷坦有办法。他摸着西昂的头说，既然你现在是贝利的护卫骑士，那领一份月薪也是理所应当。这番话给足了西昂面子，让他能体体面面地拿这份应得的报酬。西昂感动得说不出话，贝利更是兴奋地扑上去，大喊着太棒了。贝利心里暗暗佩服，爸爸这招真是高明，既帮西昂解决了难题，又没让他感到半点压力。这下西昂的身份总算是名正言顺了。西昂反而更迷茫了，他小声问雷坦，这笔钱到底该怎么花？雷坦头也不抬地回答，既然要当骑士，首先就要把外表打理好，穿得体面一点，
西昂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嫌自己这身衣服太寒酸了。一旁的贝利听完，眼睛立马亮了起来，他拍着胸脯保证，西昂的造型就包在他身上了。贝利拉着西昂不撒手，满脑子都是把他变帅的计划。他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穿上他挑的衣服，西昂绝对会比现在更有型。西昂被说得一愣一愣的，半信半疑的问：“真的能有那么大变化吗？”就在两个小孩聊得起劲时，雷坦走过来拍了拍他们的头，提醒说：“闲聊到此为止，该去洗手换衣服准备出门了。”听到要出发，两个小家伙立马把刚才的纠结抛到脑后，异口同声的答应着。贝利一上街就彻底玩嗨了，拉着西昂到处乱跑，指着前面的店大喊：“快看，那边好像也有好玩的！”西昂看着他手里拎着的大包小包，整个人都懵了，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还要买啊？”贝利理直气壮的回答：“那当然了。”紧接着他又发现了新大陆，兴奋地叫着要吃冰淇淋。他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塞给西昂，让他快尝尝，嘴里还不停念叨着：“这个味道真的超赞，吃完还不算完。”贝利又拎起新裙子，满脸期待地问：“西昂，你快看，这件衣服怎么样？”西昂只能愣愣地回答：“还不错。”贝利像个停不下来的小陀螺，拉着西昂在街上到处乱窜，雷坦则在后面拎着大包小包，不紧不慢地跟着。西昂看着周围热闹的景象，心里感触挺深的，毕竟是第一次这样出门，看什么都觉得新鲜又有趣。还没等他感慨完，贝利又发现了新目标，指着前面的橱窗大喊：“西昂，快看，那边那边！”西昂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那是一套剪裁非常精致的白色礼服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贝利兴奋的眼睛都亮了，不停地问西昂：“你看这件衣服是不是超帅的？感觉质地也特别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西昂看着满地的购物袋，实在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咱们不是已经买了很多吗？怎么还要买啊？”贝利转过头，一脸神秘地告诉他：“这次可不是给我自己买。”西昂还没反应过来，下意识地追问：“那是给谁买？”结果贝利盯着他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，二话不说拉着他就往店里冲，嘴里还念叨着由于只会耽误买单。西昂这下彻底懵了，还没等他回过神，贝利已经开始在店里大张旗鼓地选料子了。他一边比划一边问爸爸：“用这种布料怎么样？”西昂换好衣服走出来，整个人显得非常局促，小声地问了一句：“那个怎么样？”贝利看到后直接跳了起来，一边鼓掌一边大喊：“太棒了！”就连一向挑剔的雷坦也点头评价说：“确实好多了。”贝利越看越喜欢，突然转头对爸爸提议：“爸爸，我们要不领养西昂吧？”雷坦听完一脸无奈，冷静地提醒他：“人家父母都还健在呢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说。”结果贝利根本不听，理直气壮地反驳：“可是帅气的西昂实在太诱人了，眼看领养不成，他竟然又想出了一个歪主意，那要不让我们家被他们家领养吧？”西昂看他们讨论的这么认真，竟然当真了，试探着问要不要去征求祖父的意见。雷坦听完直接拒绝，觉得这样只会让长辈感到尴尬。贝利在一旁听得直撇嘴，看来领养这事儿暂时是没戏了。不过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西昂，贝利心里别提多美了。果然是人靠衣装马，靠鞍。现在的西昂比刚见面那会儿自信多了。雷坦也是个行动派，大手一挥，直接拍板：“这身衣服最适合你，就这么穿着回家吧。”说完，他转身就去结账。西昂看着这一身行头，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，小声嘀咕着是不是该用自己的津贴来付钱。贝利听完，直接摆摆手，让他把心放回肚子里，说：“爸爸刚才看他试衣服，心里其实美滋滋的。”看着眼前堆成山的购物盒，西昂整个人都麻了，忍不住感叹：“其实有一套就足够了呀。”贝利赶紧搬出爸爸的语录，提醒他：“既然要当护卫骑士，那就必须得穿得体体面面的。”他劝西昂别再纠结了，既然是送你的礼物，那就大大方方收下。说完，贝利就美滋滋地喝起了果汁，还不忘感叹一句：“这里的饮料味道真不错。”贝利本来想让西昂也尝尝果汁，结果这小子接过杯子，反手就喂到了贝利嘴边，还温柔地提醒他慢点喝。这下轮到贝利懵了，明明是想让他也喝一口，怎么反倒被他照顾起来了？看着西昂那副体贴的样子，贝利忍不住犯嘀咕：难道这身华丽的衣服真的能让人瞬间变成绅士吗？结账的时候，店员恭敬地递上收据，请雷坦大人签字。不过这店员也是个实在人，特意提醒了一句，说约瑟夫少爷的裁缝店就在这附近。他甚至还试探着问：“您确定不去那边看看吗？毕竟两家店可是竞争对手。”雷坦听完，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约瑟夫那副花里胡哨、张扬过头的样子，他一脸嫌弃地给出评价：“那种风格根本不是我的菜。”雷坦当场拍板：“以后我的衣服就在你们家订了。”雷坦利索地签完字，把单子递了过去。本以为这桩买卖就这么结了，店员先是客气地恭维了几句，说能让雷坦大人满意是他们的荣幸。可紧接着这家伙就开始变得支支吾吾，看着店员那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雷坦心里直犯嘀咕：怎么结个账也磨磨唧唧的？尤其是看到对方脸上那抹古怪的笑容，雷坦更觉得不对劲了。他忍不住开口问：“你到底还有什么事？”店员嘿嘿一笑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为了这一天，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还口口声声说希望接下来的行为不会显得太无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店员突然伸手摸向口袋，动作快得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雷坦立刻警觉地往后退，心里已经闪过无数个念头：难道是奇袭，或者是家族里谁派来的间谍？气氛紧张到了极点，雷坦甚至已经做好了动手的准备。结果下一秒，店员竟然掏出一张海报，扯着嗓子大喊：“我是雷坦大人的粉丝，
请务必给我签个名。雷坦整个人都傻了，自己什么时候居然还有这种狂热粉丝？西昂在旁边看得直皱眉，这场面确实有点尴尬，这到底是在闹哪出？贝利倒是见怪不怪，虽然雷坦在家里地位一般，但在外面可是正儿八经的大师，长得帅，实力又强，这种被围堵的场面，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。雷坦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直接打断了蒙特的碎碎念，让他赶紧拿着签名走人。蒙特这下总算心满意足，在后头喊的那叫一个大声。贝利一脸骄傲地跟西昂炫耀：“看吧，我爸爸就是这么酷。”几人正打算高高兴兴去吃甜点，结果还没走2步，贝利就一头撞到了人。原来是一个女人被守卫给拦住了。雷坦的脸色一下子就沉了，不是交代过要保持距离吗？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守卫正忙着拦人，说有个女人一直想硬闯，非要见雷坦一面不可，场面闹得挺僵。守卫根本不听解释，直接就把人往外推。雷坦倒是没摆架子，主动走过去想问个清楚，看看这人到底有什么急事。西昂在旁边看愣了，这不就是以前一直照顾他的旅店老板娘吗？老板娘一看到西昂，整个人都激动坏了，拉着他的手问长问短，看来这回是遇到老熟人了。西昂现在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完全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贝利在一旁也泛起了嘀咕，怎么连西昂也认识这个女人？雷坦倒是反应很快，直接一步跨到西昂面前，把孩子们严严实实的护在身后。他盯着那个女人说：“既然你有话要说，那就直接冲着我来，别把小孩子扯进来。”守卫这下也不敢再拦着，赶紧侧过身子放行。毕竟雷坦发话了，谁敢不听？老板娘虽然进了院子，但看起来还是非常犹豫。她双手紧紧攥在一起，低声下气的求雷坦帮个忙。她说想找一个女仆的下落，而且这个女仆不久前刚被克拉维尔家给赶出来。雷坦听完眉头一皱，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。一个被解雇的女仆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他盯着老板娘追问：“你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打听一个下人的去向？”老板娘越说越难受，她说那个女仆唯一的亲人现在就住在她的旅店里，还是个病得快不行的孩子。这孩子当初跟着姐姐一起被伯爵领地给扔了出来，现在姐姐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到处都打听不到消息。孩子在旅店里等死，当姐姐的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这事儿怎么想都不对劲。更让人生气的是，那些骑士明明看到孩子病重，竟然还冷眼旁观，见死不救。贝利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，被赶出来的女仆，难道老板娘说的就是安妮？雷坦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去，他倒要听听看自家的骑士到底干了什么好事。老板娘越说越激动，她说那些人简直不是人，竟然把一个6岁还发着高烧的孩子就这么硬生生地扔到了大街上。雷坦听完也有点意外，他转头看向自家的骑士，想听听他们怎么解释。这帮骑士吓得赶紧摆手，说这锅我们可不背，那是第4骑士团管的地界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雷坦听完这话，态度立马变得冷冰冰的，既然不是我的人干的，那这事儿我也没必要插手。他转身就要走，老板娘这下彻底急眼了，她大声质问雷坦：“那个女仆可是为你家干活的人，现在孩子快没命了，当主子的竟然能说出这种话，这要是再不管，那女仆和孩子就真的没活路了。”老板娘最后的一声哀求，听得人心都要碎了。她问这些高高在上的贵族，难道对一个生病的孩子就真的不能有一点怜悯心吗？雷坦听完不仅没心软，反而表现得更加冷酷。他说的非常直白，自己没有理由去帮一个下人的家属，更何况现在是继承权的敏感期，他不能为了这点小事就去插手别人的管辖范围，这在贵族圈子里可是大忌。看着老板娘绝望的样子，贝利在一旁急得不行，他知道老板娘已经走投无路了，正打算开口帮着求情，可谁也没想到，雷坦前脚刚说完不管，后脚却突然问了一句：“你那家旅店叫什么名字？”老板娘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到底是不想管，还是打算换个法子管？雷坦这人真是典型的嘴硬心软，他双手一插兜，随便找了个借口说自己饿了，想去那家旅店吃点东西。他还故意补了一句：“没准吃饭的时候能顺便瞧见那个生病的孩子。”可就在贝利他们往旅店赶的时候，伯爵府的惩罚室里气氛却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。失踪已久的安妮竟然被关在这个阴暗的地牢里，她整个人缩在角落，看起来已经快要崩溃了。就在这时，沉重的铁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穿着华丽长裙的女人走了进来。安妮像是见到了最后的救命稻草，拼了命地哀求对方放她出去。安妮被守卫粗鲁地推倒在地，她现在满脑子都是生病的弟弟，只要能出去救人，让她做什么都行。可眼前的玛丽安根本不为所动，她居高临下的看着女人，语气里全是嘲讽，说安妮连这点差事都办砸了。安妮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哀求，说弟弟没她真的活不下去。可玛丽安却冷笑着说：“你现在可是大家眼里的贼。”就在安妮彻底绝望的时候，玛丽安突然换了一副面孔，说自己打算大发慈悲，亲口赦免女人偷耳环的罪名。安妮听到这话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什么偷耳环？那明明是极其危险的魔法道具。安妮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玛丽安突然提到了什么教义，还阴阳怪气地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纯洁。安妮听得一头雾水，可玛丽安接下来的话却像一盆冰水当头淋下，让她彻底掉进了冰窟窿。玛丽安一脸惋惜的感叹，说她那个弟弟雷坦不仅从外面带回个私生女，竟然还跟卑微的女仆纠缠不清，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陷阱。只要安妮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，雷坦就会背上洗不掉的污点，永远失去竞争继承人的资格。看着天边的夕阳，贝利忍不住感叹，这景色真的太美了。他转头问房东太太：“咱们还要走多久呀？”
房东太太笑着回答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再走10分钟就到了。”贝利注意到路边全是还没开花的花苞，这些到底是什么花泥？西昂在一旁解释说：“这些是月见草，只有在晚上才会开花。”贝利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只在深夜盛开的花，听起来就很神秘。西昂看着远处的月色，心里默默想着，真希望他也能亲眼看看那副绝美的景象。原来这家旅馆的名字就是因为被这些花包围了呀。贝利轻轻碰了碰花苞，不知道在离开之前有没有机会看到它们盛开呢？雷坦看着窗边，语气严肃地问：“难道医生开的药一点用都没有吗？”女人的声音带着哭腔：“何止是没用，情况反而越来越糟糕了。最让人揪心的是，男孩的体温一直在降，摸上去简直冷得像冰块一样。”贝利在旁边听得真切，那个躺在床上的男孩子，难道就是安妮的弟弟吗？看着大家束手无策的样子，他也想凑近看看到底还有没有救。等一下，这个男孩子竟然长着兽耳，原来他是兽人混血。贝利这下全明白了，难怪安妮会这么拼命，因为在整个帝国里，兽人的日子一直都很难过。他们被排挤，被歧视，就算生了病也只能躲起来。更糟糕的是，人类医生根本不懂怎么治他们。贝利拼命在大脑里搜索，这种病似曾相识，好像在什么书里见过。就在这时，雷坦冷静地开口了：“这叫20月热。”贝利兴奋地跳了起来，没错，就是这个名字，不愧是爸爸，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他。可旁边的房东太太却愣住了，这种病名他这辈子连听都没听过。雷坦语气平静地解释，这种病非常罕见，只有在狼人族身上才会出现，普通人根本没机会见到，所以没听过这个名字也并不奇怪。这种病发作的时候，全身会反复出现红斑和淤青，体温也会跟着不停下降。看看这个孩子现在的样子，所有的症状跟这种病完全吻合。雷坦看了一眼桌上的药瓶，冷冷地补了一句：“既然你们连病名都搞错了，那之前的那些治疗，除了白花冤枉钱，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”房东太太听完愣在原地，原来这就是男孩一直没好转的原因。他还天真的以为只要熬过这20个月，病就能自己好起来。可雷坦接下来的话像一盆冷水当头泼下，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是因为如果不接受治疗，病人会在20个月内彻底没命。房东太太这下彻底慌了，男孩已经病了半年，这意味着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到1年了，而且兽人的药要去哪里找啊？看着房东太太绝望的样子，雷坦却表现得非常淡定。他说能来到这家晚樱草旅店，其实是这孩子命不该绝。房东太太一脸茫然地抬起头，完全没听懂是什么意思。雷坦看着窗外说：“因为这种病的解药正好就是晚樱草。”雷坦接着说：“这种病的药方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把药草磨碎喂下去，这孩子就有救了。”房东太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不停地道谢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找了这么多医生都治不好的病，竟然被伯爵大人一眼看穿。他忍不住问：“大人，您怎么会知道这些？”雷坦看向窗外，思绪回到了很多年前。那时候他还在东部远征，就在那片荒凉的土地上，他第一次见到了狼人族，也见过一个同样的母亲正守着他生病的孩子。那个画面，他这辈子都忘不掉。雷坦继续回忆说，当时那对母女谢绝了他的帮助，他们只用了晚樱草磨成的药，孩子的病很快就见好了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他才从一个叫马歇尔的矮人那里听说了20月热这个名字，学到了不少关于草药的知识。房东太太听得整个人都呆住了，在这根本见不到兽人的地方，竟然能遇到懂这种病的人，这简直就是奇迹。他守在床边不停地道谢，只要男孩能平平安安的喘气，他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别的奢求了。病床上的杰弗里迷迷糊糊地喊着疼，房东太太赶紧握住他的手，轻声安慰着杰弗里：“别怕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等治好了杰弗里，一定要把失散的姐姐也找回来。站在一旁的西昂始终一言不发，只是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看着眼前受苦的孩子。西昂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了从前，如果当初母亲生病的时候也能有人这样拉他一把，他是不是就不会离开自己了？那时候西昂还很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一天天衰弱下去。他拼了命地干活，就是想让母亲少操点心。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，那种随时会失去唯一的依靠的恐惧根本藏不住。就在母亲临终前，他把西昂叫到床边，颤巍巍地递过来一个东西，那是一块看起来很有年头的怀表。母亲叮嘱他说，这是你父亲留下来的唯一信物，在你真正有能力能独自站在他面前之前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。这个秘密成了西昂心里最沉重的负担。幼年的西昂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说绝对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块表。可他还没等到答案，母亲就带着满心的亏欠，永远地闭上了嘴。西昂，西昂，几声清脆的呼唤，把西昂从那段灰暗的回忆里猛地拽了回来。他愣了一下，才回过神，看着眼前的贝利问：“你是在叫我吗？”贝利有些无奈地说：“是啊，我都已经叫你好几遍了。”西昂赶紧跟贝利道歉，问他有没有被吓到。刚才他确实有点心不在焉。雷坦在一旁开了口，他让西昂带贝利去采些晚樱草，还提议在出发之前先动手配一点药出来。听到要配药，西昂整个人明显僵了一下，但他很快就低下了头，轻声答应了下来。贝利在一旁默默看着，他发现西昂的状态很不对劲，从刚才开始他就一直心事重重的。难道他真的这么担心那个孩子吗？贝利从来没见过西昂露出过这种表情，他心里到底在愁什么呢？贝利真的很想知道西昂心里到底在想什么。他紧紧拉住西昂的手，大声喊了他的名字：“你没忘记吧？我们可是拉过钩的，是要一起分享秘密的好朋友。”贝利笑着对他说：“所以
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，或者有什么想不通的事，一定要告诉贝利好吗？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你想开口，贝利都会一直在这里听你说话的。看样子，西昂短时间内是不会敞开心扉了。明明大家都是小孩子，他却总爱装成一副大人的模样，真是让人担心。可他要是自己不想说，谁也没法强迫他。这下该怎么办才好？谁也没想到西昂竟然主动开口了。他说看到有人生病，就会想起自己的妈妈，心里总是沉甸甸的。他甚至在想，如果妈妈当年也能遇到好主人，结局是不是就会不一样？这个一直装大人的男孩子，终于肯说真心话了。西昂还在为刚才的失态道歉，说他不该让贝利担心。可话还没说完，贝利就直接扑了上去，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。这下西昂整个人都傻了。贝利这一抱真的太治愈了，他轻声安慰西昂，说他一个人扛着这些肯定很累，还夸他是个能带给别人希望的人。这番话直接说到了西昂心坎里。西昂这下总算彻底释怀了，压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。看着贝利又恢复了那副活泼样，他心里的阴霾也跟着散了。这大概就是陪伴的意义吧。西昂觉得待在贝利身边，简直就像中了某种魔法。这丫头不仅聪明，最重要的是她那份不设防的真诚，让西昂也想试着坦率一点。既然贝利这么无条件的相信他，那他也要成为贝利的依靠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以后只要是贝利想要的，他都会想尽办法送到他面前。贝利和西昂总算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兴奋地显摆他们的战利品。雷坦看着这满满一篮子花，心里别提多踏实了，只夸这两个孩子干得漂亮。有了这些刚采回来的药草，救人的事总算有了着陆点。雷坦一刻也不敢耽误，拿上篮子就准备去煎药了，希望这次真的能转危为安。雷坦把喂药的任务交给了两个孩子，贝利听了别提多有干劲了。为了不让生病的孩子卡嗓子，雷坦还特意盯着房东太太，非要把药草磨成最细腻的粉末才行。看着要研磨的差不多了，雷坦赶紧装好瓶交给贝利，这可是救命的关键。贝利拍着小胸脯表示包在他身上，这下总算能看到转机了。贝利和西昂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，看着床上被病痛折磨的孩子，贝利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他催促着西昂赶紧帮忙，得趁现在把药喂下去才行。杰弗里烧得迷迷糊糊，连吞咽都变得很费劲。贝利耐心的一点点把药送进他嘴里，药喂下去半天没动静，西昂急得直怀疑是不是药量不够。贝利倒是一直安慰他，说爸爸交代的肯定没问题，药效发挥总得有个过程。就在两人揪心的时候，床上的孩子突然睁开了眼，贝利兴奋地叫出声来，看来这药是真的神了。可杰弗里醒来后却一脸警惕，听着耳边这些陌生的声音，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这些人到底是谁？贝利像个小大人一样守在床边，耐心地教杰弗里怎么吃药。他说这药草到处都能找到，只要按时吃，病很快就能好起来。看着杰弗里一脸迷茫，贝利还特意叮嘱了一句，说生病不只是自己难受，家里人才是最担心的那一个。这话显然触动了杰弗里的心，他刚想开口问问贝利到底是谁，可药劲儿这会儿刚好上来了，一阵困意袭来，他终究还是没能撑住。杰弗里现在连坐起来的劲儿都没了，意识正一点点从身体里抽离，但在彻底晕过去之前，他拼了命地想记住点什么。那股淡淡的香味，还有那一抹亮眼的粉色头发，成了他视线里最后的画面。伴随着那串轻快的脚步声，他不断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忘记这一切。随着房门轻轻关上，他终于支撑不住，彻底陷入了黑暗之中。贝利这小功臣一回家，就兴冲冲地找爸爸汇报任务。雷坦也早就准备好了丰盛的大餐，犒劳这两个辛苦了一整天的小家伙。餐桌上的气氛别提多热闹了，贝利看折满桌的肉，眼睛都快放光了。这一顿饭吃的那是相当满足。等到夜深了，房东太太礼貌地跟雷坦告别，而吃饱喝足的贝利这会儿困劲儿也上来了，靠在爸爸身边直打哈欠。贝利嘴里嘟囔着今天可真累，但心里却觉得特别充实，因为他终于更了解西昂一些了。雷坦刚想夸他两句，可话还没说完，他就发现身边没动静了。低头一看，贝利和西昂这两个小家伙早就累得靠在他身上睡熟了。看着他们毫无防备的睡颜，雷坦无奈的笑了笑。虽然这一天折腾的够呛，但对他来说这确实是个收获满满的夜晚。贝利还在屋里睡得香甜，可外面的气氛却突然变得紧张起来。女仆雪莉急匆匆地找上雷坦，说主宅那边竟然派人过来了，专门来确认他会不会参加几天后的拍卖会。虽然雪莉已经按照原计划回绝了对方，但她心里总觉得这事儿透着古怪，因为现在府里到处都在转，说安妮偷了夫人的耳环，闹得是沸沸扬扬。雷坦平时几乎从不参加家族活动，主宅这次却反常的非要确认他的行程，这背后显然没那么简单。安妮现在还下落不明，雪莉急得不行，生怕雷坦这一去也回不来了。可雷坦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他知道这就是个专门针对他的陷阱。看着雪莉担心的样子，雷坦语气平静地安慰她，自己绝对不会毫无准备地去送死。雪莉追问到底是什么计划，雷坦却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，想要彻底解决麻烦，就要把真正的敌人留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。雷坦直接撕开了家族温情的假象，他告诉雪莉，在特拉维尔家，所谓的亲情根本一文不值，哪怕现在还手拉手，背后也可能正藏着刀子。想要在这里活下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怀疑所有人，因为他的那些好家人早就已经连起手来，要把他这个眼中钉彻底除掉。雪莉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她不敢相信这家人竟然已经到了互投毒药的地步。但雷坦心里很清楚，这场从内部开始的恶斗早就已经无法回头了。
现在的平静不过是假象，所有人都在暗中积蓄力量，互相算计，仅仅只是个时间问题。很快，这群人就会彻底撕掉伪装，向对方露出最凶狠的獠牙。回到耳环失窃案发生的前几天，约瑟夫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一时大意竟然会演变成一场灾难。他本来以为只要在母亲回来前放好就没事，结果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的举动简直蠢透了。谁能想到半路竟然杀出一只乌鸦，直接叼走了母亲最宝贝的耳环。约瑟夫手里攥着那对假耳环，心里还在暗自庆幸，这种成色足以以假乱真，只要能瞒过这一关，一切就都神不知鬼不觉了。他甚至还在闭眼祈祷千万别让人发现，结果话还没说完，房门就被人一把推开了。这下真是撞在了枪口上，推门进来的竟然是玛丽安。约瑟夫整个人都懵了，谁能想到会被他当场抓包？玛丽安盯着他手里的东西，语气里全是怀疑。约瑟夫只能硬着头皮开始瞎编，说自己是想给妻子买礼物，才拿母亲的耳环来参考一下。这种漏洞百出的借口，连他自己听了都心虚。玛丽安似乎并没有怀疑，反而顺着约瑟夫的话说了下去。虽然耳环找回来了，但母亲的怒火还没平息，这让约瑟夫心里更没底了。就在约瑟夫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玛丽安突然露出了神秘的微笑。她说自己正好也想除掉那个眼中钉，问约瑟夫愿不愿意听听他的计划。约瑟夫觉得这是个脱身的好机会，只要配合玛丽安，耳环的事就能彻底翻篇。但他没想明白，父亲为什么要带那个私生子回来。玛丽安心里的算盘打得更响，除掉那个孩子对他只有好处，而他已经找好了最合适的妻子，那就是走投无路的安妮。他想看看一个为了钱发疯的平民到底能帮他做到什么地步。安妮，你的命运要变天了。原本以为陷害安妮只是个开始，只要让他替那个私生子背黑锅，接下来的计划就能顺理成章。可约瑟夫发现事情的走向越来越不对劲了。自从安妮被带走之后，玛丽安就再也没有找过他。他把所有的罪名都推给了女仆，却把自己这个大功臣完全晾在一边。这不明摆着是过河拆桥吗？利用完就想把他踢出局。约瑟夫心里很清楚，玛丽安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副德行，但他可不是什么好捏的软柿子。这出戏明明是他亲手搭的台，凭什么最后让玛丽安一个人独吞功劳？他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。既然玛丽安想玩消失，那他也该让对方明白，自己可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廉价妻子。与其等着被玛丽安背后捅刀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约瑟夫很清楚，现在必须得想个法子反击了。他突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既然那对耳环是假货，这就是玛丽安最大的软肋。他要在接下来的拍卖会上大做文章。玛丽安不是想在拍卖会上出风头吗？还口口声声说找回了母亲的耳环。如果这时候有人发现那是假货，为了保住家族的名誉，他绝对不敢让东西落入别人手里。到时候只要他在暗中抬价，玛丽安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跟到底，哪怕价格翻上几百倍，他也只能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。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玛丽安最后得花10亿天价去买一个连100块都不值的破烂。这场好戏，约瑟夫已经迫不及待要开演了。只要这次计划能成，玛丽安绝对会元气大伤。光是想象他吃瘪的样子，约瑟夫就觉得心里痛快极了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得先找个靠谱的托儿，在拍卖会上疯狂带节奏，把那对假耳环的价格使劲往上抬。只要竞价大战一打响，玛丽安为了面子肯定会死磕到底。到时候他不仅要丢人现眼，还得为了个破烂大出血。贝利正睡得香呢，迷迷糊糊听见有人在叫他，睁眼一看，竟然是消失好久的阿鲁姆回来了。这小家伙一露面就没个正经，一边嚷嚷着自己回来了，一边还吐槽贝利根本没想他，说他这段时间忙得不亦乐乎。贝利气得一把抓过他，抱怨自己为了找他，差点把整个屋子都给翻过来了。结果这小家伙倒好玩，失踪还有理了。阿鲁姆一脸得意地说，他这可不是在瞎逛，而是在巡视这片土地的情况，毕竟这可是他的本职工作。贝利听得一头雾水，一个整天只知道卖萌的小水滴，居然还有什么正经工作？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果冻的小家伙，背景竟然这么大？阿鲁姆自曝他可是这片领地的守护者，从土地到森林，甚至连这里住着多少人，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他还随口说出了贝利的小秘密，把贝利听得一愣一愣的。贝利这才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小水滴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宠物，他简直就是个无所不知的情报员。就在贝利还没缓过神的时候，阿鲁姆突然压低了声音，说他在宅邸周围巡视时，发现了一些非常不寻常的情况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，能让这个领地守护者都觉得不对劲？这宅邸里恐怕又要出大事了。阿鲁姆接下来的话让贝利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说在主楼的树上见过人类挂在耳朵上的亮晶晶玩意，结果被乌鸦给叼走了。贝利一下子就反应过来，那肯定就是伯爵夫人失踪的耳环。如果真耳环一直挂在树上，那就说明女仆安妮根本不是小偷，她是被人给冤枉了。可如果真货在树上，那现在拍卖会上那个引起轰动的耳环到底是个什么冒牌货？这背后的水比想象中还要深。还没等贝利想明白，阿鲁姆又抛出了一个重磅炸弹。他说在宅邸的地下深处经常能听到一阵阵凄惨的哭声。阿鲁姆说那阵哭声听着特别绝望，他当时吓得直接溜了。但现在想想，那个人肯定还在下面等着谁去救命。贝利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不就是失踪的安妮吗？
大家都以为他被赶走后人间蒸发了，谁能想到他竟然一直被关在宅邸的某个角落。贝利赶紧翻出地图，让阿鲁姆指明具体的方位，只要能把安妮救出来，他就是最关键的铁证，不仅能洗清小偷的罪名，还能当众揭穿那个假耳环的骗局。这下局面彻底反转了。贝利看着地图上的标记，真相已经呼之欲出，安妮就在玛丽安姑姑的宅邸里。虽然知道了安妮在哪，但想进去救人可没那么容易。姑姑的府邸守卫森严，进出都得要通行证，贝利现在根本没法混进去。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，对啊，身边不是还有一个现成的救星吗？阿鲁姆不仅能飞，而且除了贝利，谁也看不见他，更听不见他说话，这简直就是天生的特工。阿鲁姆还一脸懵地问贝利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贝利看着他，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只要阿鲁姆能潜入府邸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联系上安妮。原本难如登天的潜入计划，这下瞬间变得简单多了。贝利开始动员阿鲁姆，问他想不想救那个在地下室哭泣的人。阿鲁姆这小家伙心肠软，一听那人哭得那么惨，立马就点头答应了。贝利趁热打铁说：“只要咱们两个联手，肯定能把人给救出来。”阿鲁姆听得眼睛都亮了，一个劲儿地问：“是不是真的？”看着阿鲁姆这么积极，贝利心里总算踏实了。只要有这个隐形的小帮手打配合，潜入计划就成功了一半。两人一拍即合，阿鲁姆连声答应，绝对帮忙。贝利这下干劲十足，直接宣布营救安妮行动正式上线。为了救出被关在地下室的安妮，贝利决定冒一次险。他正在写一封足以改变局势的密信，只要安妮交代出耳环的下落，就能换回他弟弟的命。阿鲁姆一脸纳闷：“咱们不是要去救人吗？写这些干什么？”贝利冷静的不像个7岁的孩子，硬闯肯定行不通。这封信就是唯一的希望。为了不暴露身份，贝利故意用左手写得歪歪扭扭，简直像是一堆乱爬的鬼画符。万事俱备，接下来的营救计划全看这个小家伙能不能顺利潜入了。看着阿鲁姆带着信远去，贝利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，只希望这封信能平安送到安妮手里，毕竟这可是他们唯一的筹码。闲下来的贝利也没闲着，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拼命回想父亲日记里的内容。关于那场意外，肯定还有被忽略的关键线索。他躺在床上想破了脑袋，那个被记载在调查报告里真正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？谁知道就在这关键时刻，阿鲁姆居然已经飞回来了，这速度快得简直离谱。难道是送信的路上出什么岔子了？贝利猛地坐了起来，还没等他开口问清楚，阿鲁姆带回来的消息就让他彻底变了脸色。阿鲁姆这回立了大功，带回来的回信里藏着一个惊天大秘密。原来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耳环失窃案，竟然是玛丽安自导自演的一场戏。他为了填补自己的失误，不仅拉了安妮当替死鬼，背后竟然还有异能者在帮他撑腰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个一直道貌岸然的约瑟夫，居然也在这条贼船上。这两个人早就串通好了，利用这场混乱各取所需。安妮之所以被关起来，是因为她被迫撒了谎，成了玛丽安手里最危险的证人。现在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，拍卖会就是他们最后的收网时刻，局面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。贝利紧紧攥着手里的信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必须赶在一切无可挽回之前，把安妮从那个鬼地方救出来。贝利这招叫趁虚而入，他算准了玛丽安虽然精明，但马上要举办的慈善拍卖会就是防守最薄弱的时候，到时候贵族云集，所有守卫的注意力都会被分散，这正是钻空子的好机会。趁着大部队去巡视会场，负责看守安妮的人手肯定会变少，只要动作够快，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带走。不过这地方大得像个迷宫，贝利担心阿鲁姆会迷路，干脆当场画了一张路线图，把每一个转角和出口都标得清清楚楚，这下就算是各路吃也出不了错。阿鲁姆接过地图，这任务就算是彻底定下来了。看着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贝利心里别提多得意了。事情进行得比预想中还要顺利，玛丽安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，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局，马上就要被一个7岁的小女孩给破了。拍卖会当天，安妮终于找机会逃了出来，她在树林里拼命狂奔，只要能穿过这片林子，她就能彻底摆脱那些人的控制。可这林子比想象中大得多，安妮像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，她赶紧拿出藏好的地图，想确认接头的具体位置。要是走错了路，那可就真的前功尽弃了。就在她低头看地图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了动静，安妮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这种地方怎么可能还有别人？她慢慢转过头，发现不远处的树影下站着一个披着绿斗篷的小孩，对方就这么静静地看着她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安妮这下彻底慌了神，这孩子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？是贝利派来的接应，还是玛丽安排来的眼线？真是虚惊一场，原来这个神秘的小孩就是贝利安排的接应。他手里举着指示牌，不仅指出了逃跑的路线，还告诉了安妮弟弟的下落。安妮激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她反复确认之后，终于相信自己遇到了救星，对着这个小小的身影连声道谢，随后头也不回地朝着自由的方向跑去。看着安妮彻底跑远，斗篷小孩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他缓缓摘下兜帽，露出了那一头标志性的粉色长发。贝利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心里总算踏实了，只要安妮能顺利逃走，玛丽安的那些烂账就再也藏不住了。不过救人归救人，贝利可不是在做慈善。他看着安妮远去的背影，心里已经开始盘算，这次立了大功，回头一定要找人狠狠捞上一笔。救完人
还得赶着回去查岗。贝利这回真是把腿都跑断了，眼看天都要亮了，要是被老爹发现自己不在房间，那之前的努力可就全白费了。阿鲁姆也在一旁催个不停，两人紧赶慢赶，总算在最后一刻溜回了被窝。贝利刚闭上眼装睡，房门就被人推开了。进来的人是雷坦，他看着床上熟睡的贝利，脸上的冷冰冰竟然消失了。他轻声叮嘱贝利，今天是慈善拍卖会的日子，他得先走一步。雷坦伸手摸了摸贝利的头，语气里满是温柔，甚至还承诺一定会保护好他。不过温情时刻总是短暂的，门外女仆的催促声已经响起。雷坦整理好礼服，最后确认了一遍仪容，他推开门，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特拉维尔家族的慈善拍卖会如期在豪华会场举行，台下早就坐满了各界名流。随着拍卖师的一声宣告，这场名义上是慈善，实则是利益交换的聚会正式开始了。雷坦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到了最前排，坐在了伯爵夫人的身边。约瑟夫看着身边的玛丽安，心里忍不住一阵冷笑。在他眼里，这场拍卖会不过是姐姐最后的垂死挣扎。看着他还蒙在鼓里的样子，约瑟夫只觉得既可笑又可怜。玛丽安显然没听出这弦外之音，她整理了一下衣领，满脸写着志在必得。她已经等不及要看好戏开场了。玛丽安环顾四周，似乎在寻找某个人的身影。约瑟夫见状，又开始补刀，提到了那个被指控偷窃的女仆安妮。他断定安妮既然丢了证据，就绝对没胆量出现在这种场合。玛丽安还在等着看好戏，他早就吩咐下去，要让守卫把安妮押到现场。可左等右等，等来的却是管家。管家凑到他耳边，声音都在打颤。他说出大事了，那个被关在禁闭室的女仆竟然人间蒸发了。玛丽安这下彻底坐不住了，整个庄园都翻了个底朝天，连个影子都没见着。公爵还想劝他赶紧离开现场，却被玛丽安一把推开，让他立刻滚远点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安妮被关了整整3天，没人靠近，更不可能有力气自己逃走，除非是有人里应外合。玛丽安猛地抬起头，一个名字瞬间闪过脑海，雷坦。难道这一切全都在他的算计之中？